我和唐三明明是一奶同胞的双胞胎兄弟，可当唐三觉醒出先天满魂力的双生武魂蓝银草和昊天锤时，我觉醒的武魂却是一把布满裂痕的破锤子，并且先天魂力还是0级，因此我被全村人嘲笑是个废物，就连父亲唐昊也将我无情抛弃。但殊不知我这废锤武魂其实是能足以吞噬诸天的混沌碎界锤，且还拥有着吞噬一切、掌控空间、诅咒万魂的能力。此刻圣魂村武魂觉醒仪式，我站在人群中，看着苏云涛揉着眉心，一脸疲惫。作为流浪在底层的执事，他并不指望这种穷乡僻壤能出天才。唐三，到你了。我看着唐三走上前，淡蓝色的光顶汇聚，他手心钻出一株平平无奇的蓝银草，紧接着是魂力测试。当水晶球爆发出夺目光芒时，苏云涛瞳孔就缩。先天满魂力，可惜是个废武魂蓝银草。没人注意到唐三藏在左手里的那柄小锤。下一个唐爵，轮到我了。我深吸一口气，站到光圈中心。作为穿越者，我等待这一天太久了。我感受着体内那股狂暴的能量在沸腾，仿佛要撕裂皮肉钻出来。我一股沉闷、压抑，甚至带着腐朽气息的波动散开。我伸出右手，黑光扭动，一柄锤子浮现，但那不是昊天杵个应有的样子。它通体灰白，锤头布满狰狞裂痕，仿佛飞到堆里的残次品，甚至在微微震颤，随时都会崩解。苏云涛愣住了，随即失变异武魂，不，这根本就是个破损的死武魂。可惜他随手把水晶球递过来，我按住球体，一片死寂。水晶球没有半分反应，连一丝最微弱的光芒都没有。先天魂力0。苏云涛意兴阑珊的挥挥手。圣魂村今年出了个满魂力的废武魂，也算个奇闻。至于你唐爵，回去找你爹学打铁吧，武魂殿不收废物。唐三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藏着一抹不易察觉的优越感，语气却很温和。小爵，别难过，既然不能修炼，以后我会保护你的。爸爸那边我会去解释。我推开了他的手，那股在体内咆哮的能量并没因为水晶球的沉默而消失，反而顺着那柄碎锤的裂痕，悄然啃食着空气中游离的微弱魂力。我在心里冷笑，水晶球测不出我的等级，是因为那玩意儿承载不了混沌的重量。傍晚铁匠铺，廉价的劣质麦酒味充斥着狭窄的屋子。唐昊坐在破烂的木桌前，原本浑浊的眼神在看到唐三展示出双生武魂后，爆发出惊人的金芒。他死死抓住唐三的双肩，声音颤抖。好，蓝银草还有昊天锤，不愧是我唐昊的儿子。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看向站在阴影里的我。你的武魂拿出来！我一言祭出那柄布满裂纹、锈迹斑斑的碎锤。唐昊只看了一眼，眼底的嫌恶便毫不遮掩。他伸出手试图用魂力试探，却发现自己的魂力只要靠近，就会莫名其妙的消失。在他眼里，这根本不是什么生物，而是会吞噬魂力的厄运之物。先天魂力多少？0。我平静的回答。唐昊收回目光，再没看我一眼，转头对唐三说：“小三，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我带你去诺丁城找个学院挂名。你要记住，另一只手的锤子永远不要露出来。”那小爵呢？唐昊冷哼一声，低头继续喝那口劣质酒。他这辈子就在村子里打铁吧，先天灵魂力，又是这种不祥的废锤，带出去只会是你的累赘。从今天起，你们两个走不同的路。深夜，我躺在冰冷的木板床上，听着隔壁屋子唐昊给唐三传授乱披风锤法的低语声。偏心，不，这叫止损。在唐昊眼里，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甚至可能拖累家族天才的二儿子，是可以随时抛弃的残渣。我闭上眼，沉入意识深处，那柄布满裂痕的废锤正悬浮在虚无之中。混沌碎界锤当前状态：残损，被动特性吞噬。白天测试时，我并不是没有魂力，而是碎锤在瞬间将水晶球内所有能量吞了的干净，快到没能让它发光。咔咔，碎锤上的裂痕发出一声脆响，翌日极其精纯的混沌气息反哺回我的经脉。我睁开眼，瞳孔深处闪过一抹灰芒。0级，那是凡人的计量标准。我翻身下床，背起装了几件旧衣服的破包。桌上，唐昊给唐三留了一袋碎银子，而留给我的只有一柄普通的铁锤和几个冷掉的黑馒头。我没有拿银子，也没有留恋这个所谓的家。我拿起那柄铁锤走出门，看了一眼诺丁城的方向。唐三，唐昊，希望下次见面还能坚持那套天才与废物的理论。我转过身，一头扎进了圣魂村后的后山密林，那里有我变强的第一栋口粮。圣魂村后地丛林，在夜色下像是一只巨大的怪兽，张开满是树影的獠牙。我踩在腐烂的枯叶上，脚下发出细微的咔嚓声，怀里那几个黑馒头硬得像石头，搁着胸口。那种冷意提醒着我，1个小时前，在那间充满了劣质麦酒味的屋子里，我被那个叫父亲的男人亲手剔除出了未来。他不让我去诺丁学院，甚至没留下一句解释。在他眼里，天赋等于价值，而我这个先天灵魂力的次子，连投资的必要都没有。我并不委屈，只觉得讽刺。我右手掌心传来一阵剧烈的灼烧感，那柄碎裂的废锤并没有被收回精神空间，而是就这么凭空悬浮在我的视海里。那些纵横交错的裂痕像是贪婪的嘴，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稀薄的空气。他很饿，我也很饿。由于天生没有魂力，我跑了不到2公里就开始剧烈喘息，这种虚弱感让我厌恶。突然，前方的一处灌木丛动了，一双幽绿色的眼睛在黑暗中亮起。那是一头孤狼，体型比普通的狼大上1圈，背部的毛发呈现出淡淡的青色，看年限也就是个10来年的货色，连第一魂环的标都摸不着。但在普通人眼里，这已经是致命的威胁。他盯着我，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口水顺着獠牙滴落。我没跑，我抬起右手，心念微动，那柄布满裂痕、锈迹斑斑的灰败重锤出现在我手中。它看起来真的很像废料，甚至锤柄都有些弯斜。孤狼发动了，它像一道青色的闪电，猛地扑向我的喉咙。死吧！我冷笑一声，没有用什么复杂的魂技，因为我根本没有，我只是凭借着本能抡起那柄碎锤，狠狠地砸了过去。这种感觉很奇妙。
奇妙。重锤入手的瞬间，我感觉周围的时间似乎凝滞了半秒，锤头上的裂痕猛然爆发出一种深邃到极致的黑芒，像是一个小型黑洞。砰！锤头与孤狼的头骨撞在一起，没有预想中鲜血飞溅的场面。在撞击的一瞬间，黑芒大作，那头孤狼发出一声极其短促的哀鸣，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他的身体在半空中迅速干瘪，皮毛瞬间枯萎变质，血肉、骨骼，甚至那还没来得及凝聚出来的白色魂环，都被碎锤表面的裂痕强行扯碎，化作一道青色的流光，被锤身一口气吸了进去。吧唧，一具只剩下干枯皮囊的残骸掉在地上，风一吹，竟然化成了灰，一股极其狂暴且精纯的热流顺着锤柄反冲进我的体内。我感觉到原本干涸的经脉像是被注满了岩浆，每一个细胞都在疯狂呐喊膨胀。混沌飞界锤吞噬10级下魂兽一头，反馈魂力1级，目前魂力1级。我闭上眼，感受着体内那股被称为魂力的能量。素云涛说我是废人，唐昊说我是累赘，可他们不知道，在这个魂师需要苦苦冥想，需要靠杀戮魂兽获取魂环才能突破的世界，我的武魂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黑洞。别人猎杀魂兽是为了那一堆圆圈，而我是连肉带骨头再加上灵魂全吃了。这种生气速度比所谓的先天满魂力还要快还要狠。那一晚我没有睡觉，我在丛林外围游荡，碎锤像是一只永远吃不饱的恶兽。凌晨3点，我砸碎了一头长着尖角的野猪。凌晨5点，我生生扯下了一只百年曼陀罗蛇的毒牙，并在它绝望的注视下，将它那引以为傲的生命精华吸成了残渣。曼陀罗蛇，那是原著里唐三的第一魂环，而现在它只是我碎锤上的一抹点缀。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树梢，我站在山顶，全身被血气和混沌气息缠绕，我的魂力已经来到了惊人的9级。一晚跨越了常人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积淀。更重要的是，碎锤吸收了曼陀罗蛇的韧性后，其中一条裂痕被填补了一半，反哺给我一个能力。我摊开掌心，灰色的雾气凝结，这不是攻击魂技，而是凋零诅咒。只要被我的碎锤擦到，对方的武魂就会像那些魂兽一样，开始不可逆转的枯萎退化，直到变成一滩废铁或者枯草。唐三，现在你应该已经在诺丁学院大出风头了吧？我从包里翻出一个冷掉的黑馒头，狠狠咬了一口，那种粗糙的味道提醒着我还没到休息的时候。9级距离获取真正意义上的魂环只有一步之遥，但我不需要那种套在身上的圈圈，我需要的是更强大的能量源。我收拾好东西，并没有回圣魂村，而是根据记忆朝着诺丁城香惨的方向走去。那里有一处乱尸的，在原著里那里没什么宝贝，但在我的感官里，那里埋着一股很沉重的带着土腥味的金属波动。混沌碎界锤在疯狂跳动，他告诉我，那下面埋着某种破损的神兵利器碎片。既然唐昊和唐三选了那条光芒万丈的大师之路，那我就在这阴暗的角落里，把这个世界的底蕴一点点啃光。我再次祭出碎锤，看着上面那道补了一半的裂痕。唐三、玉小刚，你们的理论在我的吞噬面前，脆弱的就像纸糊的。我踩着晨露，头也不回的没入荒原。乱石党比我想象的还要荒凉，烈日当空，周围连一根杂草都看不见，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铁锈和干土混合的味道，吸进肺里有些拉嗓子。我停下脚步，因为右手掌心的剧痛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就是这儿了，我祭出混沌碎界锤，锤身上的裂痕此刻竟然在微微蠕动，像是一张张渴望进食的嘴，死死锁定着我脚下的一块巨岩。我没有任何犹豫，双手握住锤柄，调动体内刚刚积攒到9级的魂力，对着那块3米多高的巨岩狠狠砸了下去。轰！一声沉闷的爆响，巨岩从中间皲裂，随后轰然炸开，碎石像子弹一样四处飞溅，在我的手臂上划出几道血口。我没理会这些皮外伤，目光死死盯住巨岩内部暴露出来的东西。那是一截断裂的黑色金属刃，只有巴掌大小，表面塔纳的铜绿，看起来就像是一块废铁，但它周围的空气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扭曲。光线经过它上方时，竟然发生了折射。这是一块蕴含着空间法则的神奇残片，难怪乱尸党寸草不生。这残片无疑是散发出的空间绞杀之力，早就把方圆100米内的生机全部切碎。我伸手去抓，就在我的指尖距离那块黑刃不到半寸时，一变突射，脚下的泥土猛地拱起，一张长满利齿的血盆大口直接咬向我的手臂。那是一头浑身覆盖着厚重岩石鳞甲的地穴沙魔虫，体长超过5米，背部的鳞片上甚至长出了几道清晰的黄色纹路。400年修为，这头畜生不知在这残片旁边盘踞了多久，显然是把这块黑刃当成了他进化的半生宝物。他张开嘴，一股腥臭的土黄色毒液像高压水枪一样喷了过来。换做普通的9级魂师，哪怕是原著里刚觉醒的唐三，面对这种突袭也只能狼狈翻滚躲避，甚至可能被毒液毁容。但我没有躲，我眼神冰冷，手腕一翻，那柄破烂的灰锤直接迎着毒液砸了上去。吃，毒液浇在锤头上，没有腐蚀出任何痕迹，反而被锤身上的裂痕瞬间吸干。紧接着，我一步踏出，左手一把死死扣住煞魔虫那坚硬的下颚，右手抡起碎锤，激活了昨晚刚获得的能力——凋零诅咒。一抹灰暗的雾气顺着锤头，毫无阻碍地砸在沙魔虫最坚硬的背甲上。嘶！沙魔虫发出了极其凄厉的惨叫，肉眼可见的，它那足以抵挡刀剑的岩石鳞甲，在接触到灰雾的瞬间，就像是风化了1000年的老墙皮，簌簌地往下掉渣。原本充沛的生命力和吐息魂力，如同漏气的皮球般疯狂流失。它想钻回地底，但我左手死死扣着它的下巴，右手再次举起废锤，吃宝典，别胜反。砰！这一锤直接砸碎了它那已经被诅咒腐蚀的脆弱不堪的头部。暗黑色的吞噬漩涡在锤头炸开，沙魔虫那庞大的身躯在1秒内干瘪崩解，化作一团极其浓郁的土黄色光芒，被碎锤一口吞下。吞噬400年地穴沙魔虫，魂力突破瓶颈，当前魂力11级。
奇，体质大幅度强化，获得炎土抗性，只是一头400年的魂兽，直接帮我撞碎了10级的壁垒，不需要猎杀魂兽去吸收那所谓的魂环，我的身体本身就是最好的魂环载体。我甩了甩手上的灰烬，将目光重新投向坑底的那块黑刃，这才是真正的主材。我将混沌碎界锤按在黑刃上，这一次没有吞噬魂兽时那么顺利，黑刃上爆发出强烈的空间切割力，像是有无数把看不见的刀片在切割我的手，鲜血瞬间涌了出来，染红了锤柄，一块碎铁，别胆反抗！我咬紧牙关，眼中闪过一丝暴戾，体内的混沌魂力毫无保留地灌入碎锤，给我吞！咔嚓，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金属碎裂声，那块坚硬无比的黑刃终于扛不住混沌法则的碾压，化作一片银色的齑粉，顺着碎锤的裂缝钻了进去。我的脑海深处仿佛有一根弦断了，周围的空间在这一刻发生了剧烈的震荡，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扔进了滚筒洗衣机，视网膜上出现了无数个重叠的残影。足足过了5分钟，这种眩晕感才渐渐消失，我大口喘着出气，低头看去，混沌碎界锤的样子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虽然依然灰暗破败，但锤身正中央最长的那道裂缝，此刻已经被填堵上了一种暗银色的流光。吞噬神级空间器物残片，魂力暴涨，当前魂力15级，觉醒空间法则特性，空间扭曲，技能说明可通过锤身裂缝在周身1米范围内制造微型空间断层，转移或绞杀物理魂力攻击。我握着锤柄，随手一挥，没有带起风声，距离我2米外的一块半人高的石头，毫无征兆的从中间错位滑落，切面光滑如镜，那是空间断层的力量，无视物理防御，直接在空间维度上进行切割，这就是我想要的反向法语，不拼力量，不玩暗器。当唐三还在苦练那些精密的击破和毒药时，我手里握着的是能把暗器连同空间一起搅碎的法则。15级了，我看着手背上已经开始结痂的伤口，感受着体内比2天前强大了数十倍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在森林和荒野里游荡，资源终究有限，而且我需要采购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和衣服。这身沾满血污的破布条已经不能穿了。最近的人类城镇是诺丁城，那也是唐三和玉小刚缘分开始的地方。玉小刚，你不是有一套著名的武魂10大核心竞争力吗？你不是说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然后反手就把我这种废武魂点得一文不值吗？我把碎锤收回体内，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大步向着乱世党外走去。我倒要看看你那可笑的理论能不能挡得住我这把能吃人的锤子。与此同时，诺丁城街道熙熙攘攘，我背着那柄被我用破布缠起来的碎锤，正准备去铁匠铺买些暗器材料的边角料当零食，却在街角迎面撞上了2个人，唐三还有他身边那个留着平头，眼神里透着股穷酸清高的中年男人玉小刚。小绝，唐三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走过来，脸上挂着那种兄长独有的关切。你怎么来诺丁城了？爸爸不是说让留在村里吗？村子太小，我出来讨口饭吃。我语气平淡，玉小刚皱了皱眉，上下打量着我，目光停留在我背后的破布包裹上。小三，这就是你那个先天灵魂里的双胞胎弟弟？是的，老师，我弟弟的武魂是破损的锤子。唐三解释道，眼神中闪过一丝遗憾。玉小刚背起双手，拿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淡淡道：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但先天灵魂力意味着你的身体根本无法承载任何天地元力。孩子，回去吧，魂师的世界很残酷，你硬挤进来只会丢了性命。我听笑了，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我看着玉小刚的眼睛，毫不留情地撕破他的伪装。既然如此，大师，你的罗三炮为什么突破不了30级？是你太废物了，对吗？玉小刚的脸色瞬间铁青，仿佛被人踩住了尾巴，指着我手指发抖。王四，小绝，你怎么能这么对老师说话？唐三立刻挡在玉小刚身前，眼神变得凌厉起来。他摸了摸腰间的24桥明月翼，老师是理论无敌的大师，你根本不懂。拿着这些金币回村里去，别在这里胡闹。他递过来几枚金币，像是在打发叫花子。我没有接，我看着唐三那张大义凛然的脸，只觉得无趣。收起你的施舍，唐三，别来惹我。我的路，你们这帮只会看水晶球的瞎子看不懂。我撞开唐三的肩膀，头也不回地朝城外走去。诺丁城外的官道延伸进一片茂密的花木林，我走得很慢，背后的混沌碎界锤在微微发热，那不是兴奋，而是一种由于极度饥饿产生的共鸣。跟了这么久，不累吗？我停下脚步，没回头，声音在寂静的林子里显得有些空洞。后方一阵灌木丛晃动的声音，紧接着3个穿着诺丁学院深蓝色校服的高年级学生走了出来。领头的那位身形魁梧，满脸横肉，腰间挂着一枚象征着16级异皇魂师的铁质徽章。我记得他，刚才在城内，他像条哈巴狗一样跟在唐三身后。唐绝，你倒是挺会选地方。领头的男生狞笑一声，扭了扭脖子，发出一连串骨骼摩擦的脆响。小三性格好，不跟你计较，但我萧晨宇看不下去，一个先天灵魂力的废物，凭什么当众辱骂大师？我缓缓转过身，看着萧晨宇，他的身后还有2个同样一脸戏谑的帮助。萧晨宇，我回想一下，诺丁城的城主之子，原著里那个给唐三送人头的炮灰，没想到这辈子他成了唐三的头号走狗。小老大，别跟他废话，打断他的腿，拎回去给唐三老大跪下认错。后方一名学生起哄吧，跪下！我扯了扯背后的黑布带，将缠绕成团的碎锤取了下来，拿在手里掂了掂。就凭你这头土狼武魂。萧晨宇脸色一沉，被一个废物看穿武魂，让他觉得倍感羞辱。找死！姚晨宇，魂情郎不提！一道白色的10年魂
环从他脚下升起，他的身体迅速膨胀，指尖弹出利爪，双眼染上了一层嗜血的青色。他是敏攻系魂师，在低等级魂师中确实算是个狠角色。撕碎你！萧晨宇低吼一声，身体化作一道残影，猛地扑向我的胸口。然而就在他的利爪距离我不到半尺时，我脚下的影子诡异的扭动了一下，空间折跃，唰！萧晨宇必杀的一抓直接穿透了我的身体，但那只是因为空间扭曲留下的视觉残影。人呢？萧晨宇大惊失色，惯性让他前冲了几步，后背完全暴露在你身后。我单手握住废锤，锤头上的黑布在这一刻由于混沌气息的溢出而寸寸崩损。那柄布满裂纹、布满锈迹的灰败重锤露出了真容，没有魂环，没有光芒。我轻轻一记横挥，锤头没有砸向他的脊椎，而是点在了他武魂附体后幻化出的尾巴根部。枯萎诅咒，黑灰色的雾气顺着锤头的裂隙，瞬间如复古之巨端钻进了萧晨宇的经脉。萧晨宇发出一声变了调的惨叫，他原本青光大作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枯黄干瘪，像是被抽干了水分的树皮。他体内的魂力像是遇到了天敌，疯狂地萎缩崩解。我的武魂，我的魂力！萧晨宇绝望地发现自己的第一魂环竟然在颤抖中缓缓消散，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虚弱感让他瞬间瘫软在地，甚至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老大！另外2名学生见状，吓得魂飞魄散，其中一人下意识地从怀里掏出一把短弩，对着我连发3箭。那短弩是城防军的标准配置，近距离穿透力极强，我连眼皮都没抬。右手碎锤在身前虚空轻轻一划，空间扭曲，3枚金刚弩箭在飞进我周身1米范围时，空间像是变成了一面折射的镜子，箭势诡异地改变了轨迹，划过一个圆润的弧线，竟反向朝着放箭的那人射去。嘟嘟嘟，3支箭精准地定在了那名学生的肩膀上，力道大的将他直接带飞，定在了桦木树干上。就这顶本事，我拎着碎锤，一步步走向缩在地上发抖的萧晨宇。别杀我！我这是城主的儿子。就在这时，后方的树林深处传来一声厉喝：“住手！”2道身影疾驰而来，唐三走在前面，身法飘忽如鬼魅，左手已经扣在了腰间的24桥明月夜上，玉小刚紧随其后。虽然跑得气喘吁吁，但那副道貌岸然的架子依旧端得很稳。小绝，你果然走上了邪路！唐三看着倒地不起、形同枯倒的萧晨宇，萧老大的武魂被你废了，这种吞噬他人本源的行为和邪魂师有什么区别？邪魂师这个词从唐三嘴里说出来，我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唐三，收起你那套自以为是的判官嘴脸。我转过身，碎锤斜指地面，裂痕中的黑芒吞噬着落日的余晖。他想断我双腿的时候，你躲在后面看得挺爽。现在狗被打瘸了，你这个主人舍得出来了？你胡说八道！玉小刚跑过来，看着地上的萧晨宇，脸色煞白。他最看重名声，如果诺丁学院的学生在他面前被废，他这个名誉教师也脱不了干系。孩子，你心术不正，这碎锤武魂果然是不祥之兆。玉小刚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森然。小三，废了他的武魂，带回去由我亲自研究，或许还能救他一命。是，老师。唐三没有任何犹豫，在他眼里，只要玉小刚发了话，那就是真理。唐三右指一弹，3枚透骨钉装锁了我上中下3路，同时他的身形猛然前冲，双手化作冰晶般的玉色，恐吓秦楼。这一招在低阶魂师对决中几乎无解，不仅封死退免，还能牵引对手的武魂脱手。我面对飞来的透骨钉，根本没有闪躲，碎锤裂缝全开，一股霸道的吞噬引力爆发。那3枚含有剧毒的暗器甚至没能靠近我的身体，就直接被吸进了锤头的裂缝里，搅成了铁粉。唐三的血玉手已经到了我的胸前，我冷笑一声，握住锤柄，调动体内积攒的空间法则，对着唐三的正面直接发动了空间断层。原本近在咫尺的距离，在这一刻像是拉开了千万里。唐三势在必得的一掌拍在了一片虚无的空间裂缝上，巨大的反震力让他整个人倒飞出去。怎么可能？我的血玉手竟然找不到受力点。唐三在半空中一个翻身稳住，落地时脚尖在地面划出数米，他还没站稳，我丢出去的东西就到了，那是被我搅碎成铁粉的透骨钉，伴随着一丝灰暗的凋零诅咒，化作一片赤令的黑雨，铺天盖地的龙向唐三。小三小心！玉小刚惊恐大喊。唐三不敢拖大，脚踏鬼影迷踪，身形幻化成无数残影，勉强躲过了大半攻击，但依旧有几点黑粉粘在了他的衣袖上。刺了！原本崭新的诺丁学院校服瞬间被腐蚀出几个大洞，边缘处枯萎焦黑。唐三死死盯着自己的衣袖，紫极魔瞳疯狂运转。他意识到我手里那把看起来要碎掉的破锤子，拥有着某种他完全理解不了的高层级的法则力量。唐绝，你彻底无可救药了！唐三缓缓挺起腰，左手微不可察地摸向身后。我知道他在准备那把号称初级阶段无敌的袖剑。无可救药的是你们！我将碎锤横在胸前，眼神冰冷到没有一丝温度。玉小刚，你不是喜欢搞研究吗？看着你最得意的弟子武魂一点点烂掉，这种研究素材你喜不喜欢？就在剑拔弩张之际，远处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洛丁城的巡逻卫兵正在靠近。小三，先带小老大走，此地不宜久留。玉小刚冷静下来，他知道在城郊杀了自己的亲弟弟会有麻烦。唐三死死盯着我，沉默了3秒，最终抱起瘫软的萧晨宇，一个纵身跳入林中深处。唐绝，下一次我绝不会留手。他的声音从风中传来，你什么时候留手过？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轻蔑地收起碎锤。萧晨宇虽然没死，但我
我的凋零诅咒已经侵蚀了他的武魂本源，除非有封号斗罗级别的高手愿意损耗寿元为他拔除，否则他这辈子别想再踏入大魂师境界。更重要的是，我刚才吞噬了那3枚暗器，碎锤反馈给我了一股极强的矿石能量，等级16级了。唐三，好吧，去史莱克，去星斗大森林。我低头看了看碎锤上新填补的一条裂痕，喃喃自语，等我到了30级，我会亲手把你的8柱毛和蓝银皇一根一根的拔出来，当成我进化的饲料。我转身走向密林的更深处，那里才是我的猎场。转眼6年过去，这6年里，我没有踏入过任何一座人类城市，也没有去考取哪怕一个最低级的魂师徽章。星斗大森林的外围和中层交界处，就是我的整个世界。这是一头体长超过6米、浑身燃烧着黑色魔焰的暗金3头虎，发出绝望的咆哮。这是一头修为接近6000年的顶级掠食者，哪怕是魂王级别的强者遇到它，也得暂避锋芒。但我只用了一只手，我站在它庞大的身躯前，左手死死捏住它中间那颗头颅的咽喉，任凭它锋利的爪子在我的黑衣上撕扯。那些足以切筋断玉的利爪抓在我的皮肤上，却只能留下一道道浅浅的白痕。太弱了，你体内的能量连让我塞牙缝都不够。我眼神毫无波澜，右手倒提着那柄灰败的混沌碎戒锤，狠狠砸进了他的胸膛。没有鲜血喷涌，只有深邃的黑暗。锤头上的裂痕宛如苏醒的深渊巨口。吞噬法则全功率运转，暗金3头虎庞大的身躯在3秒内像被抽干了空气的皮球一样干瘪下去。那足以让普通魂师爆体而亡的6000年狂暴魂力、血肉精华，甚至是他的灵魂，都被碎锤一丝不落全吸了进去。吞噬6000年暗金3头虎，魂力达到30级瓶颈，当前状态能量饱和。我吐出一口带着黑气的浊气，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碎锤。6年的疯狂进食，让这柄原本随时会散架的废锤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锤身依然是那种不起眼的灰败色泽，但上面最深的3道裂痕已经被暗银色的空间法则、土黄色的厚重法则以及黑红色的血煞法则填满。我的魂力虽然只有30级，但这只是因为斗罗大陆的体系限制了等级的成。如果真要按破坏力来算，我体内储存的混沌能量足以把一个50级的魂王活生生耗死。但到了30级后，我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普通的魂兽，哪怕是万年级别，对我来说也只是粗粮。他们提供的能量太多，杂质转化率极低，已经无法满足混沌碎戒锤进一步修补裂痕的需求。我需要精粮，需要那种蕴含天地本源，甚至是神级法则的顶级能量。我抬起头看向北方，那是天斗帝国的方向。算算时间，唐三现在应该已经从诺丁学院毕业，正跟着玉小刚前往那个所谓的怪物学院史莱克。在原著里，唐三接下来的路是顺风顺水的，他会在史莱克装地打脸，会遇到独孤博，然后被抓到落日森林，因祸得福霸占冰火2翼，吃下仙草洗精法水，从此一飞冲天。那是唐三最大的外挂，也是他后期成神的绝对根基。没有冰火2翼的仙草，他的玄天功练不到底，他的蓝银草也承受不住后续的毒素，更别提给史莱克7怪脱胎换骨。既然你当年嫌我施了雷准，那你的机缘我就不客气的全收了。我收起废锤，直接发动空间折跃，身形在林间化作一道道灰色的残影，笔直的朝着落日森林的方向疾驰而去。半个月后，落日森林核心区边缘，这里的温度比外围要阴冷得多，四周寂静的可怕，连一声虫鸣都听不见。前方一片浓郁的化不开的七彩毒瘴，如同一堵连接天地的城墙，将核心区死死封锁。碧鳞蛇毒，这是毒斗罗独孤博设下的绝对禁区。那些五彩斑斓的瘴气，只要吸入一丝，哪怕是魂圣也会在顷刻间化为一滩脓水。地上散落的无数高阶魂兽的白骨，就是最好的警告。原著里的唐三是靠着前世唐门的解毒知识，加上各种避毒的草药，才勉强在毒阵里活下来。但我不是唐三，我不需要那些繁琐的瓶瓶罐罐，也不懂什么药理相克。我走到毒阵边缘，伸出右手，撕啦，一丝七彩瘴气触碰到我的指尖，立刻发出强烈的腐蚀声。我的皮肤表面泛起一阵黑烟，但下一秒，混沌碎戒锤的虚影在掌心出现，吞噬发动，那一丝足以致命的碧鳞蛇毒直接被碎锤吸了进去。经过混沌法则的碾压，瞬间转化成了一丝精纯的无属性魂力，融入我的经脉。在能吞噬万物的混沌面前，毒药也是不要。但我没有选择直接一路吃进去，这毒阵太厚了。如果我大张旗鼓的吞噬，剧烈的能量波动肯定会惊动远在天斗城的独孤博。以我现在的实力，硬刚一个封号斗罗还是太勉强了。我来这里是为了抢机缘，不是来找死的。我需要悄无声息的进去。空间扭曲，我深吸一口气，体内的魂力疯狂燃烧。右臂的碎锤上，那道暗银色的空间纹路爆发出刺目的光芒。对于别人来说，这毒障是一堵不可逾越的实体墙，但在我眼里，只要是空间就可以被折叠。我将碎锤猛地向前方的虚空一砸，没有声音，但前方的空间在锤头的压迫下，就像是一块被用力拉扯的幕布，瞬间凹陷下去。七彩毒障被这股空间扭曲的力量强行排开，在我的面前形成了一条直径不到半米且极不稳定的真空通道。只有3秒，我眼神一凝，空间折跃爆发，我的身体瞬间化作一道灰线，顺着这条被强行撕开的空间缝隙，一头扎进了毒阵的最深处。在跨越空间的那一瞬间，我能感觉到四周的毒障像发疯的野兽一样想要挤压进来。空间的割裂感让我的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但我死死咬住牙，混沌魂力护住心脉，硬生生抗下了这股撕扯力。唰，眼前的七彩毒障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极其明亮，甚至有些刺眼的奇异光芒。我踉跄的落地，由于强行穿越空间，我的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但我根本没有去擦，因为我的视线已经被眼前这不可思议的奇景彻底定死。
这里是一个倒锥形的山谷底部，在山谷的正中心是一口面积不大的温泉，但这温泉的水却诡异地分成了两半，左边是如同鲜血般浓稠的朱红色，水面上翻滚着足以融化钢铁的恐怖热浪；右边是如同极冰般通透的乳白色，散发着连灵魂都能冻结的极致严寒。冰火两仪眼，两大龙王陨落后，神级躯体孕育出的天下第一聚宝盆，在这个温泉的周围长满了外界早已经绝迹的极品仙草，散发着极致寒气的八角玄冰草，犹如燃烧火焰般的烈火性胶书，还有那株高高在上、散发着奇异香气的幽香绮罗仙品。这些草药每一株拿出去，都足以在斗罗大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而现在，它们像是一盘无人看管的满汉全席，静静地摆在我的面前。咚咚，我的心脏开始狂跳，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我体内的混沌碎界锤，它疯了。从我觉醒武魂到现在整整6年，我从未感受过它如此剧烈的渴望。锤身上的每一道裂痕都在疯狂地震颤，发出尖锐的嗡鸣，那是一种饿了千万年的凶手突然闻到了神龙鲜血的味道。哪怕是之前吞噬那块空间神器残片时，他的反应也不及现在的1/1000。对于唐三来说，这里是用来炼药和淬体的宝地，但对于我的武魂来说，这是他重塑法则，从废锤蜕变为真正神器的原始泰坦。唐三，你把这里当成你成神的阶梯。我擦去嘴角的鲜血，缓缓站直身体，闭双眼睛在冰火两重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极度贪婪与疯狂的辉芒。但很可惜，我连阶梯带地基都要给你啃得连渣都不剩。我大步向前，直接走向了那口沸腾着极致冰火的泉眼。山谷底部的热浪与极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恐怖的压力。如果换作半个月前的我，恐怕在这儿待不上3分钟，浑身血肉就会在冰火交锋中崩溃。但我体内的混沌碎界锤此时却像是一台失控的抽水机，锤身每一次震颤都强行将周围散发的冰火本源吸扯过来，在我的经脉中疯狂冲撞。我闷哼一声，皮肤表面不断炸开细小的血花，但在混沌法则的强行修复下，伤口瞬间结痂重组，变得愈发坚韧。我盯上了岸边最高傲的2株仙草，左侧一株通体晶莹剔透、散发着幽蓝寒气的八角状小草，那是八角玄冰草；右侧一株赤红如火、叶片犹如龙鳞般的异花，那是烈火性胶书。在原著里，唐三需要小心翼翼的采摘，同时服下，再跳入泉眼搏命。太慢了，我冷笑一声，右手猛然叫出混沌碎界锤。此时的碎锤，那道暗银色的空间裂痕已经扩张到了整个锤头。我双手握柄，对着虚空狠狠一抡，吞噬。一股霸道至极的引力瞬间锁定这2株顶级仙草。原本扎根极深、蕴含神性的草药，在混沌法则面前脆弱的如同路边杂草。伴随着泥土崩开的声音，2株仙草发出一阵哀鸣，化作一红一蓝2道流光，被碎锤的裂痕强行扯了进去。紧接着是幽香绮罗仙品、奇荣通天菊、忘川秋水露，这片被独孤博守护了半辈子的药源，在这一刻迎来了灭顶之灾。碎锤发出的轰鸣声几乎震碎了整座山谷，那些外界求而不得的仙品，连根带泥被搅碎，化作漫天宝光灵气，汇聚成一条长龙，疯狂灌入碎锤之中。吞噬仙级药草 X12，混沌废界锤修复3%，反馈冰火淬体能量，肉身强度增幅500%，百毒不侵属性已觉醒。这还没完，我将目光锁定在那口红白交汇的泉眼，冰火两仪眼，这才是真正的神之遗留。神陨落后的残渣也配在我面前叫嚣。我纵身一跃，直接跳入了那口足以让封号斗罗化为血水的泉眼中心。极致的寒与热瞬间将我的衣服化为灰烬，我双目赤红，将碎锤死死钉入泉眼底部，吞噬全开。原本平静的泉水瞬间沸腾旋转，泉底深处2大龙王陨落后的最后一丝魂力本源被惊动，他们咆哮着想要反抗，但混沌碎界锤上的裂痕在那一刻爆发出了深渊般的黑暗。不管你生前是什么神，死后的能量统统都是我的口粮。我感觉到体内原本30级的魂力壁垒像纸糊的一样被瞬间突破。31级、35级、39级、40级，不知过了多久，整个山谷安静了下来。原本灵气氤氲、宝光冲天的聚宝盆，此刻已经彻底变了样，泉水干涸，只剩下2个焦黑且覆盖寒霜的泥坑，四周的岩壁枯黄，所有仙草都被连根拔起，连一根草皮都没剩下。我从坑底站起来，随手从空间裂缝里取出一件黑袍披上。此时的我，瞳孔中一红一蓝2道神光转瞬即逝，右手碎锤上多出了2条交织的法则纹路。唐三，这份洗精伐水的大礼，我就先收下了。我冷漠地感受着体内奔腾如江河的混沌神力，脚下一踏，空间折跃，瞬间消失在死寂的山谷中。3天后，落日森林核心区，一老一少2道身影疾驰而来。小子，你确定你的药理能解老夫身上的剧毒？他在泥地里疯狂挖掘，试图找到哪怕一丁点仙草的残根，没有，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就像是被某个不讲道理的魔神直接从位面上抹去了一样。他的八角玄冰草没了，他的烈火性胶树没了，他成神的基石全都没了。怎么会这样？谁能进得来这里？谁能破掉前辈的不阵？唐三颓然地坐在泥坑里，大脑一片空白。他本以为自己是天命所归，拥有前世记忆和双生武魂，注定要主宰这个时代。可现在，现实却狠狠抽了他一个耳光。这种被神级文明降维打击般的绝望，让他的道心在这一刻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说不是你背后的人！独孤博一把提起唐三，恐怖的杀意将他死死锁定。前辈，我一直跟您在一起，我真的不知道。唐三凄惨地喊道，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和恨意。他突然想起了几年前在诺丁城外见到的那个身影，那个握着废锤、眼神冷厉的像孤狼般的弟弟。不，绝不可能是他。那个先天灵魂力的废物，怎么可能有这种通天的本事？老夫不管你是谁！独孤博仰天长啸，声音震动整座森林。敢在老夫地盘杀鸡取卵，老夫定要你碎尸万段！而此时，在千里之外的索佛城，我坐在一间酒馆的窗边，手里把玩着
着那柄补全了不少的混沌碎界锤，感受着远处传来的那股微弱的愤怒波动。唐三，这只是开始。我喝了一口劣质的麦酒，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没了仙草，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去史莱克七怪面前充大哥，拿什么去应对武魂殿的猎杀。接下来该去索托城的大斗魂场看看那些所谓的怪物们了。索托城大斗魂场，这里是魂师的绞肉机，也是强者的提款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汗水、鲜血以及廉价香料混合的腥甜味。对于普通魂师来说，这里是博取名望的地方，但对于我来说，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垃圾场。每一次斗魂结束，擂台上都会残留大量溃散的无主的魂力。我坐在观众席最阴暗的角落里，右手微微藏在黑袍下，混沌碎界锤虚影浮现，掌心的银色纹路像吸管一样，悄无声息地吞噬着那些逸散的能量，真难喝。我心里评价道：这些金墨魂师提炼又打散的魂力，我砸得像刷波水，但胜在量大管饱。此时，下方的复斗魂场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史莱克七怪，又是史莱克七怪！我抬头看去，只见7个戴着奇怪史莱克面具的少年，正中星筒月般的走下擂台。领头的一个，金发披肩，一瞳中闪烁着狂傲不羁的凶光，正是星罗帝国的丧家之犬戴沐白。而在他身后，一个身材匀称、脚步稳健的少年正慢条斯理地收起手中的蓝银草。即便隔着面具，我也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阴沉，那是外挂被毁后，由于玄天宫停滞不前产生烦躁的唐三。由于没有了仙草的滋养，现在的唐三不过33级左右，他的肤色没有了原著中的晶莹玉润，反而透着一种透支潜力的青涩。戴老大，今天的对手太弱，一点意思都没有。戴沐白身后，一个胖子马红俊正一边擦汗一边嚣张的叫嚷：“哼，在这索托城，谁不知道我们史莱克的厉害？”戴沐白冷哼一声，看向出口处几个挡路的平民魂师，眼神一冷：“滚开，别挡着本少爷的路！”那几个平民魂师也是刚才落败的选手，本就带伤，动作稍微慢了一点。戴沐白竟然直接开武魂了，白虎附体。戴沐白的身体剧烈膨胀，利掌弹出，3道魂环交替升起，他那沉重的虎爪猛地一扫，竟然是想直接把那几个人扇飞出去。这哪是斗魂，这纯粹是仗势欺人。唐三站在一旁，双手插在兜里，没有阻拦，也没有说话。这就是他所谓的中立，只要不触及他的利益，伙伴杀人放火，他也只会觉得那是对方屈死之德。我坐在高处，突然觉得手里的这口能量刷锅水变得索然无味。我站起身，没有走楼梯，空间折跃，刷，我整个人直接穿透了10米的物理距离，瞬间出现在了那几个平民魂师的身前，正好挡在了戴沐白的虎爪路径上。砰！戴沐白那足以拍碎青石的一肘，重重地撞在了一层肉眼难辨的空间断层上。我连手都没抬，反震的力道让戴沐白闷哼一声，整个人踉跄的后退了3步，地面上踩出一串深深的脚印。谁？戴沐白一瞳一缩，杀气腾腾地看向我。唐三也停下了脚步，他的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的24桥明月夜，紫极魔瞳瞬间开启，试图看穿我这身宽大的黑袍。史莱克果然名不虚传。我摘下兜帽，露出一张与唐三极其相似却冷冽如冰的脸。我看着那几个惊魂未定的平民魂师，淡淡说道：“走吧，这里不仅有怪物，还有不少畜生。”唐绝！唐三的惊呼声中带着3分不可置信、3分惊恐以及4分浓浓的杀机，他死死盯着我。此时的我虽然没有亮出武魂，但那种由于吞噬了冰火本源而透出的深邃气息，让他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小三，这就是你那个废物弟弟。戴沐白揉着发麻的手腕，眼神里满是狰狞。看来上次萧晨宇的事没让你长记性，居然敢管我戴沐白的事，废了他！玉小当的声音从看台上方传来，这位大师此刻正背着手，面色阴沉地看着我。在他眼里，我这个脱离掌控，甚至可能比唐三更优秀的异类，必须被抹除。唐三没有动，他在评估风险，但戴沐白忍不住了。他觉得自己身为37级战魂尊，刚才被震退只是因为大意。白虎烈光波，戴沐白张开血盆大口，一道炽热的金色光球喷涌而出，崩死了我所有的退路。我站在原地，看着那团金光，冷笑一声：“就这！”我抬起右手，混沌碎界锤虚影微闪，空间扭曲，那团足以炸裂岩石的光波，在靠近我身体1米时，像是撞进了一面哈哈镜，空间诡异的弯曲了。烈光波划出一个滑稽的圆弧，竟然直接折返回去，重重的轰在了戴沐白的胸口。呼！戴沐白惨叫一声，被自己的魂技轰得满脸焦黑，狼狈的倒在地上。戴老大！史莱克众人惊呼：“小绝，你太过分了！”唐三终于找到了动手的借口，他眼神冰冷，脚踏鬼影迷踪，身形幻化出3道残影，右手玄玉手银白如玉，直取我的咽喉。他没有用武魂，他觉得用唐门绝学足以制服我这个邪门歪道，还是这么虚伪。唐三，我动都没动。在唐三的手指即将触碰到我皮肤的一瞬间，我发动了冰火淬体后觉醒的领域特性极死寒域，以我为中心，方圆5米的空气瞬间降温到零下100度。唐三的动作在那一刻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僵硬，他那引以为傲的玄玉手竟然结上了一层淡蓝色的冰晶，怎么可能？我的魂力流动被冻结了。唐三骇然倒退，同时左手一扬，3枚透骨钉带着凄厉的破空声射向我的眉心。还在玩这些废物！我右手猛然握住那柄黑布包裹的碎骨，混沌之气暴涨，虚弱可撞，黑灰色的雾气瞬间扩散。唐三射出的那3枚铁片，在进入雾气的刹那，竟诡异的失去了所有动力，叮铃当啷的掉落在地，表面瞬间生满红锈，仿佛瞬间经历了几十年的腐蚀。不仅如此，唐三和后方试图制人的史莱克众人同时感觉到体内魂力疯狂流逝，脚下一软，竟齐刷刷的半跪在地。这是什么魂技？没有魂环，没有波动。玉小刚在台上看得睚眦欲裂，他的理论知识在这一刻彻底崩塌。我拎着锤子，慢条斯理的走到唐三面前，用锤头挑起他的下巴。你引以为傲的东西，在我眼里真的连垃圾都不如。我俯视着他，一字一句的问道：“那个所谓的药源好玩吗？”唐三瞳孔骤然收缩，声音颤抖：“是你干的，是你毁了我的机缘。”
我冷冷一笑，我只是拿回了本就不属于你的东西，想杀我，去变强吧，哥哥。我随手一挥，空间裂缝张开，在史莱克众人惊恐且仇恨的目光中，我缓缓没入黑暗。下一次见你，我会把你的八蛛毛一根一根掰断。大道魂场外的夜风吹得很凉，索托城的繁华在这一刻显得异常刺眼。在我踏入空间裂缝消失的那一瞬间，我分明看到了唐三那双冲去的瞳孔、愤怒、惊恐，还有那种被夺走宿命后的歇斯底里。他在风里嘶吼：“小绝，你真的该死啊！听见没有？这就是那位所谓神王的强盗逻辑，抢了他的机缘，打了他的脸，这便犯了世间最大的恶，便有了他口中那句名垂千古的取死之道。可惜现在的他连跟我对视的资格都快没了。我传送到了索托城西的一处废弃破庙，刚一落地，胸腔里那股强行越级开启冰火内劲的后遗症就压不住了。我吐出了一口混杂着蓝红双色的淤血，强行压制史莱克全员。对我这具还没到魂宗的身体来说，负荷确实不轻。此时识海里的混沌碎界锤在疯狂跳动。刚才我吸走了戴沐白3成的白虎本源，又啃了唐三的玄天宫内力，这些驳杂的能量在锤身的裂缝里疯狂乱窜。我盘腿坐下，直接把破锤子照到膝盖上，给我画混沌法则，就像一台高精力的绞肉机，瞬间把这些躁动的能量搅得粉碎。白虎的狂暴融进了我的骨头，玄天宫的绵长变成了我的凉亮。伴随着吞噬，锤头上第4道深不见底的活口，终于长出了一种暗金色的晶体。40级瓶颈如约而至，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了一股极其隐晦却沉重暴力的视线，隔着几千米的虚空死死定在了我的后背上，那是带着我极其熟悉又极度厌恶的昊天威压。唐昊，你终于舍得露面了。我睁开眼，对着破庙那半截佛像冷冷开口。阴影里，一个披着破蓝黑袍的男人走了出来，他壮得像座山，浑身散发着让人窒息的血腥味。这就是唐三的爹，那个在铁匠铺里为了天才大儿子把我这个废物二儿子随手丢掉的男人，昊天斗罗唐昊。他看着我，声音沙哑的像磨砂纸：“你毁了小三的机缘。”听到这话，我简直想笑。我站起身，任由指尖的暗银色空间纹路闪烁。机缘那本就是无主之物，他拿得，我便拿不得。还是说，在你唐昊眼里，只有唐三是你儿子，我唐觉只是个和该给他的成神之路铺砖叠瓦的祭品？唐昊沉默了，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但很快就被一种近乎偏执的冰冷取代。他告诉我，你不该伤他，他的武魂需要纯净的道心，你成了他的心魔。为了大局，你的武魂我会亲手打碎，我会留你一命，带回后山养一辈子。听听，这就是昊天斗罗的父爱，为了保住大儿子的道心，要亲手砸碎二儿子的武魂。哈哈哈哈！我仰天长啸，眼泪都快笑出来了。打碎我的武魂？唐昊，你以为你手里拿的是什么？这天下第一器武魂？不，在我眼里，那不过是一根烧火棍。放肆！唐昊怒了，他脚下9道魂环轰然炸开，最后一枚血红色的10万年魂环爆发出刺目的红光，杀神领域瞬间把整座破庙封死。他抡起那柄巨大的昊天锤，带着崩碎山岳的力量，直奔我的头顶砸下。换做以前，我连灰都剩不下，但现在我手里握着个是混沌法则，空间坍塌。我根本没举锤硬炮，右手对着虚空猛地一划，第4道暗金色纹路光芒大作，唐昊必杀的一锤，在离我头顶还剩3寸的时候，空间诡异的折叠了。轰！沉重的昊天锤直接穿过了我的残影，狠狠砸在地上，破庙瞬间灰飞烟灭，地面被砸塌了整整3米，而我已经瞬移到了他背后10米的地方。唐昊，你老了，你的力量再大，打不到人，也只是在挥舞空气。我不等他转身，右手猛地隔空一爪，急死寒玉叠加虚弱阻撞，那些灰色的雾气顺着地面的震动，瞬间缠上了他的双腿。唐昊闷哼了一声，他惊愕地发现自己晶石般的魂力遇到这股枯萎气息，竟然在迅速消融，连他那些陈年旧疾都隐隐有爆发的迹象。这种邪异的手段，留你不得。唐昊彻底动了杀心，他双眼泛红，直接把昊天锤抛向半空，双手飞快结翼，大须弥锤炸滑，第1道黄色魂环瞬间炸碎。我知道封号斗罗的拼命一击我现在还接不下，但我根本不需要捡。想要我的命，你得先看看你身后那宝贝儿子能不能活过今晚。我冷笑一声，身体退入空间裂缝。唐昊，我去看看吧。唐三现在应该已经在那间旅店里，被我的混沌诅咒折磨得生不如死了。想要救他，得用你的昊天本源去续命。你觉得是你杀我重要，还是救他重要？孽障！唐昊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怒吼，他那蓄势待发的大须弥锤硬生生刹住了车。比起杀我这个孽畜，他更怕唐三死。他恨恨地瞪了我一眼，化作一道黑光，像疯了一样朝着索托城狂奔回去。看着他跑远的背影，我身子一晃，半跪在了废墟里。封号斗罗果然还是太勉强了。我擦了擦嘴角，笑得极其残忍。唐昊以为他能救唐三，但他根本不知道，混沌诅咒一旦入体，除非我收回，否则只能压制。从今天起，唐三每升一级都得挨一回万箭穿心。至于我也该去狩猎让我突破魂宗的口粮了。我站起身，看向星斗大森林的方向。星斗大森林深处，那头正在渡雷劫的泰坦巨猿，似乎是个不错的第1魂环候选者。我拎起那把吃不饱的碎锤，直接引入了黑暗。星斗大森林内围与核心区的交界处，夜风中夹杂着令人不安的焦土味和浓重的血腥气。远处的夜空中，黑云如同沸腾的墨汁，雷龙在其中疯狂翻滚，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那是10万年魂兽的雷劫。在原著里，小五的那些所谓的大名二名是史莱克7怪的保镖，是唐三日后获取魂环的免费素材库。既然你的成神之路我已经挖断了，那这保镖我也顺手收了吧。我隐藏在几千米外的一株参天古树的树冠上，高维飞行感官加上混沌魂力的隐匿，让我在这片恐怖的雷霆威压下如同一只幽灵。轰隆，一道粗如水缸的紫色雷霆劈下，直击下方一头如山岳般庞大的黑猩猩泰坦巨猿2名。这头在星斗大森林横着走的霸主，此刻却狼狈不堪。他那引以为傲的
的如同花岗岩般的黑色皮毛，在天威的轰击下多处皮开肉绽，暗红色的鲜血顺着小山般的肌肉流淌，落入泥土，瞬间将地面腐蚀出一个个深坑。他在渡他10万年大关的最后一次揭发。旁边不远处，那头牛首蛇身的庞然大物，天青牛蟒大明正焦急地盘旋，却不敢靠近分毫，生怕引火烧身，让雷劫加倍。就是现在，我眼中天芒闪烁，双手握住布满4道修补纹路的混沌碎界锤，体内那股卡在40级的瓶颈，仿佛闻到了绝世美味，发出饥渴的咆哮。我没有直接冲上去拼命，那是蠢货的做法。空间断层，我将碎锤对着虚空猛地一砸，暗银色的纹路瞬间爆发出刺目的光环，不是为了攻击，而是为了转移。在下一道天雷即将劈中泰坦巨猿天灵盖的瞬间，我在他头顶上方强行撕开了一道微型的空间裂缝，咔嚓，那道狂暴的紫薇直接劈进了裂缝之中。好，泰坦巨猿二明愣了一下，他已经闭上眼睛准备硬扛这致命一击，却发现雷声虽大雨点全无。是谁在帮老二？天青牛蟒大明那双灯笼大的眼睛警惕地扫视四周。啊！我冷笑，那道被我转移的紫雷顺着我构建的空间通道，直接劈在了几千米外一只正趴在窝里睡觉的6万年鬼虎身上。那倒霉蛋连惨叫都没发出一声，瞬间灰飞烟灭。而我则借着雷霆被引开的这半秒钟空隙，发动了极致折跃，唰！我整个人凭空出现在了泰坦巨猿宽阔的后背上。他那原本坚不可摧的防御，在雷劫的摧残下，此刻布满了深可见骨的裂口。什么东西？泰坦巨猿感受到了背上的异样，他怒吼一声，巨大的手掌反向拍向自己的后背。这一掌若是拍实了，哪怕是一座小山包也得被拍成平地。但我怎么可能给他机会？吞噬！我直接将碎锤顺着他背上最深的那道伤口，狠狠插进了他的血肉之中。呼！混沌碎界锤那深渊般的吞噬法则在这一刻毫无保留的爆发。泰坦巨猿体内那当经历过雷劫淬炼，正准备向10万年蜕变的庞大生命本源，连同他狂暴的重力法则，像绝地的洪水一般被碎锤疯狂地抽走后，泰坦巨猿发出了有史以来最凄厉的惨叫声。他那可以控制重力的领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发现自己体内的魂力正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枯竭。二明，远处的天青牛蟒终于发现了不对劲，他那庞大的身躯猛然腾起，张开血盆大口，一道充满毁灭气息的青色光柱直奔我的后背而来。凋零诅咒！我没有拔出锤子，左手在虚空中一抓，将刚才吞噬的一小部分泰坦巨人的血气混合着诅咒法则，直接化作一道灰黑色的屏障。青色光柱撞在屏障上，非但没有炸开，反而像泼在沙地上的水一样被迅速腐蚀瓦解。但天青牛蟒的含怒一击毕竟太强，反震的余波依然让我喉咙一甜，喷出一口鲜血。但这口血喷的只丁吞噬10万年。喂，泰坦巨猿生命本源40级瓶颈强制突破，魂力暴涨41级、45级、50级，获得重力掌控法则残缺。混沌碎界锤第5道裂痕修复20%。泰坦巨猿内如山岳般的身躯在我脚下疯狂萎缩，原本油亮的黑色毛发变成了干枯的枯草，他甚至连反抗的力气都失去了，只能发出虚弱的喘息。如果不收手，再过10秒，这位星斗大森林的霸主就会变成一具风干的标本。但我不能全吃，因为天青牛蟒那双巨大的牛角已经距离我不到10米。10万年魂兽拼命的怒火，现在的我接不住，算你命大！我猛地拔出碎锤，伴随着扑哧一声令人牙酸的血肉撕裂声，我带出了一大团纯粹的暗金色的本源精血。在天青牛蟒即将撞碎我身体的瞬间，空间折跃再次发动，唰！我整个人消失在了泰坦巨猿的背上，只留下一个深不可测、流淌着灰黑色枯萎诅咒的巨大血洞。人类，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星岛大森林与你不死不休。天青牛蟒看着奄奄一息、本源尽失的二明，发出了震动整个大森林的狂怒咆哮。而此时，我已经出现在了100里之外的一处隐秘溶洞中，我浑身是血，但双眼却亮得惊人，50级了。我看着手中那柄已经有一半散发着神异光泽的混沌碎界锤，感受着体内那种只需心念一动就能将周遭数十米空间内的重力瞬间增加100倍的恐怖法则。我没有吸收什么花里胡哨的魂环，但在我背后，除了那道深灰色的魂环外，又多了一道暗金色的恐怖虚影，那是泰坦巨猿被抽干的本源所化。唐三啊唐三，我深吸一口气，屏住这体内沸腾的魂力，你的仙草没了，你的泰坦巨猿小弟现在估计也只剩半口气，修为倒退几万年，下一次见面，你会不会已经沦落到去跟那些10年魂兽抢饭吃的地步？我走到溶洞外，看着夜空中渐渐散去的雷云，接下来该去一趟天斗城了，那里有那个号称全大陆最富有的7宝琉璃宗，还有那个被天鹅武魂伪装起来的天使。既然要反抗这可笑的命运，那我不介意把这滩浑水搅得更浑一些。天斗城，我走在铺满大理石的街道上，空气里弥漫着昂贵的龙涎香和贵族们身上那种甜腻的让人反胃的香水味。相比于星斗大森林里原始的血腥，这里腐朽的像是一个用金箔包裹的烂苹果。我穿着一件宽大的玳瑁黑袍，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50级的混沌魂力被我死死压缩在经脉深处。从外表看，我只是个毫无魂力波动的普通人。经过半个月的沉淀，从泰坦巨猿那里抽来的狂暴本源已经被我彻底消化。现在的我，哪怕面对魂帝、魂圣，也能靠着空间法则和重力掌控将他们按在地上摩擦。但我来天斗城不是为了打架，我是来进货的。天斗皇家拍卖场，这里的库房里堆满了那些贵族和宗门搜刮来的极品矿石、罕见魂骨，甚至是带有古老法则残片的古董。我交了一块从星斗大森林顺手捡来的低级
魂骨作为入场费，直接走进了2楼的柜中席。拍卖会已经进行到了高潮，展台上，一个穿着暴露的拍卖师正声嘶力竭地介绍着一块巴掌大小、通体呈现出诡异幽蓝色的金属。各位贵宾，这是一块产自极北之地深海的深海沉银银母，它的坚硬程度足以抵挡魂圣的全力一击，是打造顶级魂导器和暗器的绝佳材料。起拍价10万金魂币。深海沉银银母这玩意儿在原著里是唐三用来打造暴雨梨花针的核心材料，但此时我体内的混沌碎界锤却发出了贪婪的嗡鸣。在我的感知里，那块所谓的银母内部蕴含着一丝极其纯粹的坚固法则。10万、12万、50万。2楼最豪华的1号包厢里传出一个温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声音，那是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他身边大概率还坐着那位锋芒毕露的剑斗罗。全场死寂，没有人敢跟富可敌国的七宝琉璃宗抢东西。50万1次，50万2次。拍卖师激动的涨红了脸，准备落锤。不用麻算包邮了，我自己拿。我坐在角落的阴影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右手在宽大的袖袍下虚握成锤，暗银色的纹路瞬间亮起，空间断层叠加混沌吞噬，毫无征兆的，展台上那块被严密阵法保护的深海沉银银母表面突然扭曲了一下，就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深渊巨兽咬了一口。那块坚不可摧的极品金属，竟然在几千双眼睛的注视下，瞬间风化崩解，化作一撮灰白色的粉末，飘散在展台上。而那一缕纯粹的坚固法则，已经顺着空间裂缝，稳稳地落入了我的碎锤之中，填补了锤身上的一丝细小裂痕。吧嗒，拍卖师的木锤掉在地上，整个人傻了。1号包厢内，一股极其凌厉的剑意冲天而起，瞬间锁定了整个拍卖场。那是剑斗罗陈心的威压。什么人敢在七宝琉璃宗面前装神弄鬼？剑意如海啸般扫过，但我早有准备。早在吞噬完成的半秒内，我已经发动了空间折跃，整个人化作一道灰线，直接遁出了拍卖场，融入了天斗城错综复杂的后巷之中。七宝琉璃宗的钱果然好骗。我走在一条阴暗的巷子里，感受着碎锤重量的微妙增加，正准备找个地方落脚，脚步却突然一顿。巷子的尽头站着一个人，那是一个看起来只有15、16岁的少年。他穿着一身洁白如雪的华贵警服，金色的长发梳理的一丝不苟，面容英俊的近乎妖异，身上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与平和。天斗帝国太子雪清河，或者说武魂殿少主千仞雪，阁下好手段。雪清河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双手背在身后，在剑斗罗前辈的眼皮底下隔空取物，甚至没有留下半分魂力波动的痕迹。若不是我这名手下对空间波动极其敏感，恐怕我也找不到阁下。在他身后的阴影中，隐约浮现出2道深不可测的气息，那是2名魂斗罗级别的蛇矛刺臀护卫。太子殿下不在拍卖场里陪命东左喝茶，好到这臭水沟里来堵我一个无名小卒，怎么看上我啊？我眼神平静地看着他，没有丝毫被包围的慌乱。天斗帝国正是用人之际。雪清河走近2步，语气诚恳：阁下的能力，即便是在整个大陆也是凤毛麟角。如果阁下愿意效忠于我，金钱、地位、爵位，甚至修炼资源，我雪清河都可以满足你。这番招揽的话，他说的极其自然，那是长期上位者养成的伪善。但我这给他当狗没有任何兴趣。你能给我什么资源？我突然笑了，笑得有些放肆。你那只用来伪装的天鹅武魂，还是藏在天鹅皮囊底下那6只长着翅膀的鸟人本源？此话一出，整个巷子的空气瞬间凝固，雪清河脸上那层温和的面具咔嚓一声碎裂了，他的瞳孔骤然收缩成针尖大小，眼神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杀机和惊骇。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武魂殿那几个核心高层，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千仞雪的真实身份。眼前这个看起来比他还小的黑袍人是怎么看穿的？杀了他，不惜一切代价。雪清河的声音不再是那个温文尔雅的太子，而是透着冰冷至极的女声：遵命，少主。阴影中，蛇挠斗罗和刺团斗罗瞬间暴起，2股魂斗罗级别的恐怖威压如同泰山压顶般朝我碾过来，是要将我瞬间绞杀。想杀人灭口，你们也得有这个哑口。我冷哼一声，50级的混沌魂力毫无保留的爆发，重力领域开，我一脚重重踏在青石板上。这是我从泰坦巨猿那里强行抽来的法则。呼，以我为中心，方圆30米内的空间重力瞬间暴增100倍，周围的墙壁和地面直接因为承受不住这股重压而寸寸皲裂。蛇矛和刺臀2大魂斗罗原本快如闪电的身形，在半空中猛地一沉，像是被2座无形的山岳压住，砰的一声双双跪倒在地，膝盖将坚硬的石板砸得粉碎。什么鬼东西？蛇矛斗罗惊怒交加，想要强行撑起身体，却发现体内的魂力在这股重压和一种诡异的灰色气息下，竟然运转滞涩。而我根本没有理会这2个护卫，空间折跃发动，直接出现在了雪清河的面前。他还没从重力领域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我那只覆盖着灰黑色凋零诅咒的手已经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放肆！雪清河毕竟是先天20级满魂力的绝顶天才，生死关头他再也顾不得隐藏，属于6翼天使的神圣金光从他体内轰然爆发，试图将我震开。那光芒温暖纯净，带着洗涤一切罪恶的压迫感，但他用错了对象。天使的神光对我来说，这可是最顶级的补品。我咧嘴一笑，不仅没有松手，反而将混沌碎界锤的吞噬印记直接贴在了他的胸口，撕拉，就像是滚烫的烙铁按在了冰块上。千仞雪那引以为傲、至高无上的6翼天使本源，在接触到碎锤的瞬间，竟然发出了畏惧的颤鸣。一股极其精纯的金色神光被碎锤的裂痕强行扯出他的体外，化作一条金色的光带，被我精撑丹吸入体内。千仞雪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他那张伪装成雪清河的脸因为本源流失而痛苦的扭曲，金色的长发在风中狂舞。他能感觉到自己武魂中最核心的神
神性正在被眼前这个怪物生生吃掉。住手！蛇矛和刺豚在重压下拼命嘶吼，双目赤红。吞噬微量6亿天使神圣本源，混沌碎界锤第5道裂痕修复30%，获得抗性，神圣免疫。我适时的松开了手，再吸下去，惊动的千道流那个老怪物就不划算了。我现在的实力还啃不动99级的极限斗罗。千仞雪脱力般跌坐在地，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他捂着胸口，眼神中除了不可置信，还多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他看着我，就像在看着一尊比深渊还要恐怖的魔神。千仞雪，这只是一点利息。我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手指在半空中把玩着那一缕被我扯出来的天使金光。你的伪装游戏继续玩你的，我对天斗帝国的皇位没兴趣，但记住，别来惹我，也别再派你这些废物狗来跟踪我。下次如果让我觉得饿，我会连你那6根翅膀一起拔下来烤了吃。说完，我们要理会那2个终于挣脱重力束缚，疯狂扑过来的斗罗。身后的空间裂缝张开，我向后倒退一步，整个人瞬间被黑暗吞没，只留下天斗城的这条死胡同里一片狼藉的废墟，以及坐在地上久久无法平静的武魂殿少主。这是唐三未来的腹敌，不，从今天起，他也是我圈养的高级口粮之一了。穿越斗罗，我成为唐三的双胞胎兄弟，但觉醒的武魂却是拥有吞噬、空间以及诅咒法则的废锤武魂。凭借着武魂的特殊能力，我无需吸收魂环便可无限成长。面对抛弃我的唐昊父子，我重拳出击抢夺机缘；面对想要威胁我的封号斗罗，我大手一挥便能轻松镇压。与此同时，天斗大斗魂场人声鼎沸，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预选赛终于拉开了帷幕。对于这片大陆上的年轻魂师来说，这是扬名立万的最高殿堂，但对我而言，这只是一个合法且名正言顺的高档自助餐厅。这里汇聚了各大宗门和学院精心培养的天才，他们的武魂本源比星斗大森林里那些茹毛饮血的魂兽要精纯得多。我没有队友，为了获得参赛资格，我花了100个金魂币买下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平民学院——灰烬学院的参赛名额。带队老师是我，参赛学员也是我，一人即是一队。我披着那件宽大的黑袍，站在候场区的阴影里，看着上方奢华的贵宾席，那里坐着天斗帝国的高层，雪夜大帝居中，左边是七宝琉璃宗的宁风致和剑斗罗，右边是武魂殿的白金主教萨拉斯。而在雪夜大帝身旁，站着那个面带温和微笑的太子雪清河。我微微抬起头，目光越过人群，与贵宾席上的雪清河对视了一眼。就是这一眼，原本还在和宁风致谈笑风生的太子殿下，身体猛地僵硬了一下，他下意识的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胸口。那是半个月前，在死胡同里被我生生抽走一丝6亿天使本人的地方。哪怕隔着100米，他眼底那抹极力隐藏的恐惧和战意，依然被我看得清清楚楚。宁风致察觉到了太子的异样，顺着目光看下来，眉头微皱。作为顶尖的辅助系魂师，他从我这个毫无魂力波动的黑袍人身上嗅到了一丝熟悉的，让他极其不安的空间余韵。那是拍卖场里那块深海沉银银母世界时留下的味道。我收回目光，不再理会他们，因为下方的擂台上，属于我的开胃菜已经上场了。预选在第1轮第3场，灰烬学院对战象甲学院。裁判高亢的声音响彻全场。对面通道里走出来7个宛如肉山般的壮汉，领头的正是象甲宗宗主的孙子呼延历。他们统一穿着土黄色的劲装，每走一步，擂台的地砖都跟着发颤。而灰烬学院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双手插在兜里，慢条斯理地走上了擂台。观众席安静了一瞬，随后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这是哪里跑出来的难民？灰烬学院听都没听过，只有一个人参赛，这是来碰瓷的还是来送死的？象甲宗可是下4宗之一，号称最强防御，这一屁股坐下去，那小子估计连骨头渣都剩不下。呼延历抱着粗壮的双臂，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像是在看一只蚂蚁。小子，看你一个人挺可怜的，你自己滚下去吧，别逼我开武魂，我怕控制不好力道，把你直接碾成肉泥。碾成肉泥！我抬起眼皮，扫了他们7个人一眼，全是土属性和力量型的防御武魂，虽然笨重，但那种如同岩石般厚重的本源气息，对我的混沌碎界锤来说，是修补裂痕的极佳辅料。别废话，我把手从兜里抄出来，连武魂都没召唤，只是淡淡的吐出3个字：一起上。呼延历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散人羞辱，让他觉得颜面尽失。给脸不要脸，兄弟们，胎武魂，踩碎他！7个壮汉同时发出一声暴喝，7头体型庞大的钻石猛犸象虚影在他们身后浮现，黄、黄、紫3个魂环在每个人脚下亮起，7股极其厚重的魂力汇聚在一起，仿佛一堵不可逾越的叹息之墙，朝着我狠狠撞了过来。地动山摇，看台上的观众已经有人捂住了眼睛，不忍心看我被撞成肉酱的惨状。但在他们距离我还有10米的时候，我动了，我没有闪避，也没有后退，只是缓缓抬起右脚，然后对着擂台坚硬的花岗岩地面轻轻一踏，重力领域，这不是魂技，这是我从泰坦巨猿那里直接掠夺来的10万年法则。没有魂环闪烁，但以我为中心，方圆50米内的空间仿佛圣剑塌陷，空气发出一声极其沉闷的爆鸣，一股超过外界100倍的恐怖重力，毫无预兆地砸在了象甲学院7人的头顶上，砰砰砰砰，前一秒还气势汹汹，仿佛要碾碎一切的7头人形猛犸象，在这一瞬间就像是被从天而降的无形巨锤砸中，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呼延历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双膝重重地砸在擂台上，直接将半米厚的高强度花岗岩跪出了2个大坑。他身后的6名队员更惨，直接被压得五体投地，胸骨发出不堪重负的断裂声，鲜血狂喷。什么？贵宾席上，原本闭目养神的白金主教萨拉斯猛地站了起来，宁风致更是瞳孔地震，连手里的权杖都差点没握稳。没有魂力波动，没有武魂显现，仅仅一脚就镇压了以力量和防御著称的象甲宗精英队。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呼延
延历趴在地上，浑身骨骼都在哀鸣。他疯狂催动钻石猛犸的防御，甚至连头部魂骨都隐隐发光，试图扛起这股重压。防御不错，可惜在我眼里，越硬的壳吃起来越脆。我漫步走到呼延历面前，右手虚握，凋零诅咒，一缕灰黑色的雾气顺着我的指尖，轻描淡写的弹在了呼延历的天灵盖上，嘶，就像是烧红的铁块丢进了血堆里。呼延历引以为傲的钻石猛犸本源，在接触到枯萎法则的瞬间，就像是风化了1000年的老墙皮，开始疯狂剥落、消散。我的武魂，我的魂力在消失。呼延历绝望的嘶吼着，那股源自灵魂深处的虚弱感让他彻底崩溃。我试试牵引，将他溢散出来的那部分最精纯的土系和力量本源，悄无声息地吞入掌心，喂给了隐藏在体内的碎锤。砰！我像踢垃圾一样，一脚踹在呼延历的胸口，将他连同另外6个已经瘫软如泥的队员，像保龄球一样直接踢飞出了擂台，重重地砸在场外的墙地上。整个大斗魂场死一般的寂静，几万名观众张着嘴，仿佛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发不出一丝声音。裁判拿着扩音魂导器，手抖得像筛糠，宣布结果吧。我很忙，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转身走向通道。第1轮第3场，灰烬学院胜。直到我走入昏暗的选手通道，场馆内才爆发出掀翻穹顶的哗然声。通道尽头，一支穿着史绿色校服的队伍正站在那里，死死地盯着我。史莱克战队，几个月不见，唐三看起来更阴郁了。由于没有先讨固本培元，再加上我留在他体内的混沌诅咒时不时发作，他现在的等级卡在38级，脸色透着一种病态的苍白。据说唐昊为了保住他这条命，不惜耗费了大量的封号斗罗精血来替他镇压诅咒，这也导致唐三现在的魂力极为虚浮，像个吹大的气球。小绝，你真是在邪路上越走越远了。唐三看着我，语气里带着高高在上的悲悯，眼底却是掩饰不住的嫉妒。刚才那重力压制，还有剥夺别人武魂的手段，根本不是正统魂师所为。你这是在自绝于天下。我停下脚步，看着他那副虚伪的嘴脸，忍不住嗤笑出声。唐三，每次听到你讲这些大道理，我都觉得恶心。我走近2步，身上的血煞之气逼得史莱克众人纷纷后退。只要打不过的，在你嘴里就是邪路，那你手里的那些为了剧毒的暗器，算正义的光吗？你唐三咬牙，别跟他废话。小三，玉小刚从队伍后面走出来，板着那张僵硬的死人脸，用一种看透一切的口吻对唐三说：“他刚才用的不过是某种极其罕见的重力魂导器，加上一些下三滥的毒药吧。真正的强者靠的是自身武魂的底蕴。”玉小刚拍了拍唐三的肩膀，给了他一个极其肯定的眼神。记住我的理论，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花里胡哨的技巧和毒药都是徒劳的。你的第2武魂才是这世上一切邪门歪道的可行。唐三闻言，原本有些动摇的眼神瞬间坚定下来，他下意识地握紧了左手，那里藏着他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昊天锤。老师说的对，唐绝，预选赛只是开胃菜，如果我们在赛场上相遇，我会用属于唐家的真正传承，当众击碎你的邪术，替爸爸清理门户。听着这对师徒在这里互相洗脑自我高潮，我简直要笑出声了。把10万年泰坦巨猿的重力法则说成是魂导器，把混沌空间的枯萎法则说成是毒药，玉小刚这井底之蛙的理论确实能给人提供一种极其廉价的情绪价值。清理门户，我嘴角的弧度越咧越大，目光落在唐三紧握的左手上，体内那柄修补了一半的混沌碎界锤在疯狂震颤，那是一种遇到同源却又低级的食物时发出的贪婪咆哮。好啊，我等着你。我与唐三擦肩而过，低沉的声音犹如恶魔的低语，只钻进他一个人的耳朵里。把你那把引以为傲的昊天锤藏好了，因为到了赛场上，我会当着全大陆的面把它一口一口的咬碎。唐三的瞳孔瞬间缩紧，后背渗出一层冷汗，而我已经走出了通道，融入了天斗城外的夜色之中。这场全大陆的盛宴才刚刚开始。史莱克，你们就慢慢在玉小刚的谎言里膨胀吧，飞得越高，摔碎的时候我吃的才越痛快。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全大陆高级魂师大赛的晋级赛和总决赛，我过得像是在自家后花园里散步。各大高级学院的所谓精英，在我面前连让我亮出武魂的资格都没有。我仅凭着空间折跃的神出鬼没，以及重力领域的绝对碾压一路横推，灰烬学院这个只有1个人的奇葩战队，成了这届大赛最大的梦魇。此刻武魂城教皇殿前的终极擂台半决赛，灰烬学院对战史莱克学院。由于一路连胜，我的风头甚至盖过了武魂殿的黄金1代。而在休息区，玉小刚正死死抓着唐三的肩膀，进行着赛前的最后一次洗脑。小三，那小子的底细我已经看透了。玉小刚冷笑着，眼中闪烁着一种自以为掌握真理的狂热。他这一路走来，用的全是不入流的空间魂导器和某种重力阵法，但这世界上没有任何外力能抵挡极致的力量。玉小刚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无比凝重且狂傲。是时候向全大陆展示你真正的天赋。今天不需要隐藏，用你的第2武魂，以绝对的力量碾碎他所有的邪门歪道，向世人证明我的理论才是魂世界的真理。唐三用力地点了点头，眼底燃起一团压抑了许久的黑色火焰。这大半年里，他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着混沌诅咒的折磨，每天夜里骨髓深处传来的那种枯萎感，让他痛不欲生。这一切都是拜我所赐。放心吧，老师，我会用昊天锤彻底粉碎他的骄傲，为我自己也为您证明。擂台上，狂风卷过，四周高耸的看台上，坐满了来自全大陆的高级魂师。正前方的教皇大殿前，比比东手握权杖，端坐在王座上，目光深邃地俯视着擂台。唐三带着史莱克七怪走上台，而我依旧是孤身一人。唐绝，唐三停下脚步，挥手示意身后的戴怒白等人退后。他竟然打算跟我1对1单挑。你这一路靠着坑蒙拐骗走到了这里，确实让我意外，但邪道终究是邪道。唐三昂起头，用一种极其怜悯的目光看着我。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真正的底蕴。今天我不仅要赢，还要让你看清楚，你当年在村子里那点可怜的嫉妒有多么可笑。我叹了口气，伸手揉了揉耳朵。说完了吗？说完了就赶紧动手，我还赶着吃午饭。冥顽不灵。唐三眼中杀机暴涨。
长，他不再废话，脚下猛然一踏，原本缠绕在手上的蓝银草瞬间收回体内，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极其沉重、霸道，仿佛连天地都要随之震颤的恐怖黑光，从他的左手掌心喷涌而出。嗡，黑光凝聚，一柄通体乌黑、锤头上铭刻着复杂暗金色纹路的巨锤赫然出现在他的手中。当这柄锤子出现的瞬间，唐三脚下的花岗岩地面直接被压出了蛛网般的裂痕。天下第一器武魂昊天锤，全场在死寂了1秒后，瞬间架开了锅。那是昊天锤，他居然是双生武魂，唐昊的传人。贵宾席上，命风至倒吸一口凉气，武魂殿众长老纷纷变色，连高高在上的比比东眼神也瞬间变得极其冰冷。听着四周传来的惊呼和震撼，唐三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握着昊天锤，那种血脉相连的狂暴力量让他感觉到自己仿佛成了掌控生死的神。绝望吗，唐爵？唐三拎着巨锤，一步步向我走来，每一步都带着雷霆万钧之势。这就是你永远无法企及的力量。你那柄连测魂水晶都点不亮的破锤子，在他面前连提鞋都不配，是吗？我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终于缓缓从宽大的黑袍下伸出了我的右手。既然你这么自信，那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提鞋都不配。黑芒闪烁，没有惊天动地的异象，没有霸绝天下的威压，一柄通体灰暗、布满狰狞裂痕，看起来就像是从哪个废品收购站里捡出来的残次品起锤，轻飘飘的出现在我的手中。经过了几次修补，碎锤上的法则纹路平时是内敛的，所以在外人看来，它依然是那把随时会碎掉的废武魂。看到我照出武魂，全场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了一阵夹杂着错愕和嘲讽的议论。那是个什么玩意儿？破成那样也能叫武魂？这小子难道是个铁匠学徒？场下的玉小刚更是发出了一声不屑的嗤笑。果然是那个废武魂，小三，别浪费时间了，一击解决他。如您所愿，老师。唐三怒吼一声，体内玄天功和魂力疯狂注入昊天锤，沉重的巨锤在他手中舞出了一道漆黑的狂风。他高高跃起，犹如泰山压顶般，对着我的天灵盖狠狠砸了下来。这是纯粹的力量碾压，没有丝毫花哨。在唐三看来，这一锤下去，我那柄破锤子会瞬间化为齑粉，而我整个人也会被砸成肉泥。我站在原地没有退，甚至没有发动空间折跃，我只是缓缓举起了手中那柄灰暗的碎锤，迎着那座砸下来的黑山，轻轻一打，砰！两锤相交，没有观众想象中那种火星撞地球的剧烈爆炸，没有气浪翻滚，甚至连一声像样的金铁交击的脆响都没有，只发出了一声极其沉闷诡异的失声，就像是烧红的铁块掉进了烂泥潭里。什么？身在半空的唐三脸色骤变，他只感觉自己的昊天锤砸在了一团深不见底的黑洞上，他那足以崩碎城墙的狂暴力量，在接触到那柄废锤的瞬间，犹如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如此，两柄锤子死死地粘在了一起，就像磁铁吸住了铁粉。你做了什么？给我松开！唐三惊慌失措地想要抽回昊天锤，但他骇然发现自己不仅拔不动锤子，就连双手都仿佛被焊死在了锤柄上。我抬起头，冲着他咧开一个冰冷的笑容。现在才想拔，晚了。混沌法则，吞噬全开！轰！我手中的混沌碎界锤在这一刻彻底露出了他的獠牙。原本灰暗的锤身上，那5道被修补的法则纹路，空间、土系、血煞、冰火、极重，同时爆发出刺目的幽光。那些狰狞的裂痕像是一张张裂开的深渊巨口，死死咬住了昊天锤的锤头。嗡嗡嗡！昊天锤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凄厉哀鸣，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注视下，唐三那柄象征着天下第一、漆黑如墨的昊天巨锤，表面竟然开始剧烈颤抖，一丝丝极其精纯的黑色本源之气被强行从昊天锤中剥离出来，顺着两锤交接的地方，疯狂地吸入我的碎锤之中。唐三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这种被活生生抽离武魂本源的痛苦，比剥皮抽筋还要恐怖10倍。随着本源被吞噬，他原本沉重无比的昊天锤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水褪色，而他体内的魂力就像是决堤的水库，顺着锤柄疯狂涌入我的体内。38级、35级、30级，短短3秒钟，唐三的魂力就被我硬生生吸掉了一大截。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小三，快退，快切断联系！台下的玉小刚彻底慌了，他那自以为傲的理论体系在这一刻被轰得粉碎。哪有废武魂能把昊天锤当点心似的？我退不了，老师救我！唐三绝望的挣扎，冷汗湿透了全身，他引以为傲的抵开，他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的信仰，此刻在我的碎锤面前，脆弱的就像是一块劣质的饼干。这就是你的抵御！我握着碎锤，看着痛得面孔扭曲的唐三，语气中满是嘲讽：你爹的昊天锤当年嫌弃我这个废物，可今天这所谓的天下第一，在我嘴里尝起来也不过是一股子发霉的铁锈味啊！咔嚓，伴随着我的一声冷笑，安静的擂台上突然响起了一声极其清脆的碎裂声，所有人的心脏都跟着猛地一抽，他们死死盯着擂台中央。只见唐三手中那柄被誉为不可摧毁的昊天锤上，竟然被硬生生吸出了一道长达寸许的裂纹。真正的废锤安然无恙，而天下第一的昊天锤碎了。咔嚓，这一声极其细微的脆响，在鸦雀无声的教皇殿广场上，却如同9天炸雷般贯穿了每一个人的耳膜。那是信仰崩塌的声音。唐三死死盯着自己手中那柄引以为傲的昊天锤，在锤头与我那柄废锤交接的地方，一道犹如蜘蛛网般的裂纹正在飞速蔓延。随着裂纹的扩散，那些曾经让他感到无敌的黑色本源，正像决堤的洪水般被混沌碎界锤贪婪的吸走。无不停下，快给我停下！唐三彻底破防了，他那张原本还能勉强维持镇定的脸庞，此刻扭曲的像是个疯子。他疯狂地调动体内剩余的玄天功内力，企图切断武魂之间的联系，但这根本不是切磋，这是单方面的进食。你见过哪块掉进绞肉机里的肉还能自己爬出来的？我的碎锤上第5道法则纹路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刺目光芒，紧接着锤身的第6道裂缝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天下第一器武魂的本源，味道确实不错，醇厚霸道极其大。噗！本源被强行抽离的剧痛让唐三仰天喷出一大口黑
微血，他体内的魂力直接跌破了30级的大关，连魂尊的境界都维持不住。小三快放手！裁判，我们认输。史莱克认输。擂台下，玉小刚像个疯癫的老狗一样扑在能量护罩上，疯狂地拍打着结界，眼珠子都快瞪凸出来了。他毕生心血都在唐三身上，如果唐三废了，他玉小刚就永远只能是个笑话。认输大师，你刚才不是说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徒劳的吗？我抬起眼皮，用余光瞥了一眼台下的玉小刚，嘴角勾起一抹讥讽。你的理论似乎不太管用了，这天下第一的锤子怎么比饼干还脆？听到我的嘲讽，唐三眼底爆发出一种极其怨毒和疯狂的血光。唐爵，我杀了你！在极致的屈辱和恐惧下，唐三彻底丧失了理智，他也顾不上什么大赛规则，更不管不能杀人的禁令。撕拉，伴随着衣服布料撕裂的声音，8根极其锋利、散发着悠悠紫芒的尖刺，犹如蜘蛛的8条腿一般，猛地从唐三的后背脊椎处破体而出。外附魂骨8蛛矛，这是他除了暗器之外最阴毒的底牌。矛尖上淬满了人面魔蛛的剧毒，只要擦破一点皮，瞬间就能化为脓水。给我死！唐三借着8蛛矛弹射的距离，舍弃了那柄被吸住的残阔昊天锤，整个人如同一只发狂的毒蜘蛛，8根紫黑色的毒矛从4面8方刺向我的周身要害。小绝小心，那是剧毒的外附魂骨。看台上有些看不下去的学院老师惊呼出声，而武魂殿黄金一代的席位上，胡列娜和邪月等人也都皱起了眉头。史莱克的人疯了吗？竟然在大赛上公然下杀手！面对这几乎封死了所有退路的必杀一击，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还在玩这些恶心的虫子腿。唐三，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我空出的左手猛地一握，体内那股刚刚消化完昊天锤本源的混沌之力，犹如火山般喷发而出，急死枯萎。轰！一团比黑夜还要深邃的灰色雾气，瞬间以我为中心爆发，直接迎上了那8根刺来的8蛛矛。在原著里，8蛛矛是唐三吞噬别人魂力和毒素的神器，但在混沌法则的急死枯萎面前，它就像是一节节枯萎的朽木。吃吃吃！当8蛛矛触碰到灰雾的瞬间，宝剑上那层引以为傲的紫黑色毒素就像被泼了强酸，瞬间蒸发。紧接着，那坚不可摧的外附魂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黑，干瘪竹烂。我的8蛛矛，这怎么可能？唐三惊恐地尖叫起来。外附魂骨与他的脊椎相连，那种骨骼正在被活生生腐蚀的痛苦，让他整个人在半空中剧烈地抽搐起来。既然你这么喜欢用毒，那就让你尝尝什么叫真正的毒。我反手一把抓住其中一根正在腐烂的8蛛矛，眼中灰芒大盛，给我碎！咔嚓咔嚓咔嚓，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骨骼断裂声，唐三背后的8根8蛛矛在混沌法则的碾压下寸寸断裂，那些断裂的残骸还没等掉在地上，就被碎锤散发的引力吸了过去，直接搅成了飞灰。啊！外附魂骨被强行折断，等同于硬生生掰断了唐三的脊柱。他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鲜血狂喷，整个人像得破麻袋一样从半空中重重地摔在擂台上，浑身抽搐，再也爬不起来了。随着他的倒下，那柄布满裂纹的昊天锤也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化作一团暗淡的黑光，被迫缩回了他的体内。全场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微风吹过擂台，卷起地上的几缕灰烬。没有华丽的魂技对轰，没有势均力敌的缠斗。从唐三不可一世的亮出昊天锤，到他外附魂骨被折断，武魂破碎，如死斗般瘫倒在地，整个过程甚至不到1分钟。所谓的天下第一天才，所谓的大师高徒，被我单手碾成了废人。小三，能量结界刚一解除，玉小刚就像疯了一样冲上擂台，一把抱住血肉模糊的唐三。当他颤抖着手探查唐三的身体时，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唐三的魂力已经跌到了29级，而且因为昊天锤本源受损，8蛛矛折断，他的经脉已经彻底紊乱，根基尽毁。就算救回来，以后也绝不可能再有任何寸进。你毁了他，你这个恶魔，你毁了大陆的未来！玉小刚双眼赤红，指着我歇斯底里的咆哮，像得护在斗头。恶魔，大陆的未来！我慢条斯理的用黑袍擦了擦碎锤上的血迹，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对师徒，眼神冷漠的像是在看2只蚂蚁。当初在圣魂村看满魂力，我灵魂力，你们高高在上，说我是个废人。在诺丁城，你们用高高在上的施舍姿态让我滚回村子打铁。现在我用你们看不起的废锤敲碎了你们引以为傲的天下第一。怎么输不起就开始扣帽子？我向前走了一步，杀意犹如实质般压迫过去。玉小刚，我早就说过，你的理论连狗屎都不如，你找死！兄弟们，杀了他替小三报仇！台下，淡路白、马红俊等人终于反应过来，史莱克剩余的6怪怒吼着，纷纷开启武魂，红着眼朝我冲了过来。就凭你们这几个歪瓜裂枣！我冷笑一声，右脚正准备踏下开启重力领域，将这帮小丑彻底碾碎。但就在这时，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不是乌云蔽日，而是一股极其恐怖、狂暴到了极点，带着尸山血海般杀气的威压，毫无预兆的从9天之上倾泻而下。轰隆！教皇殿广场周围的高大石柱，在这股威压下竟然纷纷炸裂，全场90%的魂师在这一瞬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有不少低级魂师直接被震得晕死了过去。半空中，云层被强行撕裂，一顶犹如山岳般巨大、空体燃烧着血红色杀气的惊天巨锤从裂缝中缓缓探出，直指我所在的擂台。一朵菊花，一个小鬼，就凭你们也敢伤我儿子？伴随着一声响彻云霄的狂傲怒吼，一个披着破烂黑袍、浑身散发着犹如魔神般气息的高大身影凭空出现在了擂台上方。他脚下黄黄紫紫黑黑黑黑红9个魂环犹如9道深渊，尤其是那枚刺目的10万年红色魂环，更是将整个教皇殿广场映照的一片血红。昊
昊天斗罗，唐昊。他看着倒在血泊中武魂破碎的唐三，那双浑浊的眼睛瞬间变得猩红一片，恐怖的杀气直接锁定了擂台上的我，仿佛要将我千刀万剐。孽障，你竟敢废了你亲哥哥的武魂！今日我便替唐家清理门户。面对这足以让封号斗罗都退避三舍的神级威压，我不仅没有后退半步，体内的混沌碎阶锤反而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剧烈震颤，那是极度渴望进食的狂欢，终于舍得出来了。我的好父亲，我昂起头，直视着半空中那尊犹如魔神般的男人，嘴角勾起一抹极度疯狂的笑容。想清理门户，那就下来，让我看看你的大须弥锤够不够我的破锤子塞牙缝。此刻教皇殿广场的空气在这一刻彻底凝固，唐昊身上那股如渊如玉的杀气化作暗红色的实质波纹，将擂台周围的旗帜瞬间搅成粉碎。那一枚血色的10万年红环散发着令人肝胆俱全的血腥味。孽障，你竟敢下如此毒手！唐昊悬浮在半空，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看到次子成才的欣慰，只有无尽的狂怒。他看到唐三那蜷缩在血泊中的身体，心如刀绞，那是他重振昊天宗的希望，是他对亡妻阿银唯一的寄托。毒手！我站在原地，任由那股足以压碎普通魂王骨骼的威压拂过我的长发。我单手拎着那柄布满裂痕的碎锤，仰头冷笑道：唐昊，当初在圣魂村，你看着我觉醒出这把碎锤，测出灵魂力的时候，你说我是唐家的累赘。你带着唐三去诺丁学院吃香喝辣，留给我的只有几个冷馒头和一柄生锈的铁锤。我向前踏出一步，碎锤上的法则纹路骤然亮起，强行撕开了唐昊的威压。那时候你可曾想过，我是你的亲儿子？现在他输了，废了，你跳出来谈兄弟情分，谈清理门户，你的脸比你的锤子还要厚。闭嘴！唐昊怒喝一声，他显然不想听这些所谓的事实。在他那个偏执的世界里，唐三永远是对的。多说无益，今日我便收回你这身邪力，留你一命回宗门忏悔。轰！唐昊动了，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他手中的昊天巨锤猛然膨胀到100米之巨，带着一种粉碎虚空的恐怖意志从天而降。这一锤不再是试探，而是真正的封号斗罗一击。老鬼菊花，拦住他！看台上比东眼中寒芒一闪，虽然他也想杀唐昊，但绝不能让唐昊在武魂城如此放肆，更不能让他带走这个让他都感到好奇的神秘少年。不用！我的一声暴喝，竟压过了空中的雷鸣。我体内的混沌能量在这一刻疯狂沸腾，刚刚从唐三那里吞噬来的昊天本源，在我的经脉中燃烧成最纯粹的燃料。想砸碎我，那你得先看看这片空间愿不愿意让你砸。空间坍塌，我将手中的碎锤对着头顶落下的巨大黑影猛地一挥，暗银色的空间纹路瞬间在半空中撕开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周围的光线、空气，甚至是那足以崩碎山川的重力，在那一刻全部发生了极致的扭曲。砰！昊天锤砸在了黑洞之上，发出了一声极其沉闷的爆响。然而预想中的擂台崩碎并没有发生，唐昊那必杀的一锤竟然在那扭曲的空间中诡异的偏整方向，原本砸向头顶的力量顺着我划出的空间轨迹被我强行借了过来。借你的力还你的债。我双手握柄，碎锤上的重力纹路与空间纹路重叠，重力偏转折跃重击，唰！我的身形凭空消失在原地。在唐昊惊骇的注视下，我直接出现在了他的背后，而那股原本属于他的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力量被我通过空间折叠，原封不动地砸向了他自己的背心。什么？唐昊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封号斗罗，生死关头，他强行转身，昊天锤在胸前一横，轰！整座教皇殿广场剧烈颤抖，一道巨大的裂缝顺着擂台蔓延出几千米远。唐昊那诡异的身影竟然在那股狂暴的冲击下，在半空中连退了10几步，每一步都在虚空中踩出一道黑色的裂缝。他稳住身形，嘴角却溢出了一丝鲜血。他竟然被自己的力量加上我的空间法则硬生生震伤了。你竟然掌握了空间法则，这不可能！唐昊死死盯着我手里那把看起来破烂不堪的碎锤，那种源自本源的恐惧感再次袭来。那不是弃武魂，那是能玩弄世界规则的恶魔。唐昊，你老了，你的大须弥锤也不过如此。我站在虚空之中，黑袍猎猎坐下，身后2道深邃的净土黑色的魂环疯狂旋转。我伸手指向下方那已经昏死过去的唐三，冷漠地说道：今日我不杀他，是因为杀他太便宜你了。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所守护的天才是如何在我的脚下变成一堆枯。至于你这一身魂力，我眼中灰芒暴涨，碎锤裂痕全开，就当做你欠我这6年的利息吧。吞噬空域，我将碎锤猛地插向虚空，一瞬间，以我为中心，方圆100米内的空间瞬间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紫色磨盘。那种极其霸道的洗礼，竟然开始强行撕扯唐昊身上的魂力波动。唐昊脸色大变，他感觉到自己那稳固如晶石的90多级魂力，竟然在这一刻开始疯狂逸散。这小子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企图吞噬一名封号斗罗。教皇大人，是。看台上，鬼斗罗和菊斗罗都被这极其诡异且凶残的一幕震撼得不敢乱动。比东手握权杖，美眸中满是惊涛骇浪。他自问见多识广，却从未见过如此不讲道理的战斗方式。够了！唐昊发出一声雷霆般的怒吼，他知道再耗下去，他真的会被这个怪胎给吸干。炸环伴随着一声决然的爆喝，唐昊脚下那第一枚黄色的100年魂环竟然在瞬间崩碎开来，化作一股恐怖到极致的能量炸弹，强行震碎了我的吞噬空域。他借着这股爆炸的推力，俯身冲向擂台，一把抱住如死狗般的唐三，又顺手捞起已经吓傻了的玉小刚。孽障！今日之辱，来日定当100倍奉还。唐昊不顾身体的内伤，再次炸碎第2枚魂环，
整个人化作一道漆黑的血光，撕裂了武魂殿的上空防御阵法，疯狂地远遁而去。他怕了。这位名震大陆的昊天斗罗，在面对自己这个只有废武魂的二儿子时，生平第一次选择了落荒而逃。广场上尘烟散去，我收回碎锤，感受着刚才吞噬而来的那一丝极其雄厚的封号斗罗精气，我的魂力顺势冲到了55级。全场数万魂师鸦雀无声，他们看着擂台上那个单薄的黑色身影，眼神中不再是嘲讽和戏谑，而是最深沉的敬畏与恐惧。我转过身，看向比比东，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询问天气。教皇大人，这场大赛的奖品，我现在可以拿走了吗？比比东沉默了良久，缓缓站起身，将盛放的3块极品魂骨的托盘推向前方，归敬学院堂爵。胜！我接过3块魂骨，连看都没看一眼，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它们一把塞进了碎锤的裂缝之中。咔嚓咔嚓，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那3块让全大陆疯狂的魂骨在碎锤中化为齑粉，消失不见。丁，吞噬万年魂骨 X3 混沌碎界锤修复10%，等级突破当前等级57级。我拍了拍手上的挥拳，在无数人惊掉下巴的注视下，转身踏入一道撕开的空间裂缝。唐昊，跑快点！杀戮之都，我会把你们最后一点价值也吃干净。武魂城外的那场惊天变故，在短短半个月内传遍了整个斗罗大陆。那个凭借一柄废锤敲碎了天下第一器武魂，逼退昊天斗罗的黑袍少年，成了所有人谈之色变的禁忌。但我没有理会外界的风风雨雨。这半个月，我一直在向西走。体内的混沌碎界锤在消化了那3块极品魂骨后，第6道裂痕彻底被暗金色的骨质纹路填补。我的魂力水到渠成的突破了60级大关。但我很清楚，这种常规的进世速度已经跟不上我修补神器的需求了。斗罗大陆外面的资源太分散，我需要一个能够让我一口气吸饱血池。杀戮之都就是那个完美的范盘。阴冷潮湿的地下酒馆，我推开破败的木门，空气中那股浓郁的人血腥味夹杂着劣质麦酒的酸臭，熏得人作呕。吧台后的酒保抬头瞥了我一眼，推过来一杯猩红色的浑浊液体，血腥玛丽，喝了它，你才有资格进入那个地方。酒保的声音像是在砂纸上磨过，周围几个满脸横肉的堕落者也围了过来，手里打玩着带血的匕首，眼神像是在看一只待宰的肥羊。太脏了！我看着那杯所谓的血腥玛丽，甚至没有伸手去接。你找死！一个堕落者狞笑着举起匕首，朝我的后腰扎来，我连头都没回。嗡，50倍重力领域只在方圆2米内瞬间开启。砰！那几个试图靠近的堕落者，连同他们手里的匕首，在触碰到重力圈的瞬间，直接被压成了一滩紧贴着地面的模糊血肉，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酒保脸上的冷笑僵住，他手里的杯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门在哪？我看着他，眼神毫无波澜。酒保颤抖着指了指吧台后面的暗门。我没走门，抬起右脚，对着吧台后方那上刻着诡异符文的地面狠狠一跺。轰！伴随着重力与空间的双重切割，坚硬的地下岩层直接被我踩出了一个直径5米的深渊大洞。阴冷狂暴的杀气从洞口喷涌而出。我张开双臂，任由身体坠入那天不见天日的黑暗。杀戮之都，一轮紫红色的弯月悬挂在黑压压的穹顶之上，空气中弥漫着让人发狂的燥热。站在这片土地上的第一秒，我就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规则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企图封锁我体内的魂力流转。这是修罗神设下的法则，禁魔。在这里，任何魂师都无法使用魂技，只能依靠肉体力量和最原始的杀戮本能。禁魔，你经得住魂力，但你经得住混沌吗？我冷笑一声，识海中混沌碎界锤微微一震，那股所谓的修罗法则，在触碰到碎锤的瞬间，就像是老鼠见到了猫，被霸道的弹开撕碎。规则，在这个世界，只要我的锤子够硬，我的胃口够大，我就是唯一的规则。我披着黑袍，漫步走向这座罪恶之城的核心——地狱杀戮场。这里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皮包骨头的堕落者，他们在阴暗的角落里互相撕咬。看到我这个穿着干净的心愿，有几个不知死活的扑了上来，结果还没靠近我3米，就被凋零诅咒化成了一地黑灰。几次之后，再也没人敢靠近我这个仿佛带着死亡领域的怪。地狱杀戮场内，震耳欲聋的狂呼声几乎要掀翻顶棚。我走到看台的最高处，俯视着下方被鲜血染红的擂台。此时，擂台上正在进行一场10人生死战，9个身材魁梧的壮汉正在围攻一个瘦弱的少年。那少年穿着一身破烂的黑衣，浑身是血，左手里握着一柄只剩下一半、布满裂纹的黑色断锤。他的动作极其狠辣，每一次躲闪都显直又血，每一次出手，手腕里都会射出淬了剧毒的暗器，收割一条人命。唐三，他果然在这里。唐昊在武魂城救走他之后，走投无路，只能用秘法强行吊住他的一条命，把他扔进了这杀戮之都。在唐昊看来，只有这里那极度纯粹的杀气，才能凝聚出杀神领域，用来压制我留在他体内的枯萎诅咒。同时，极限的生死搏杀，或许能让破损的昊天锤破而后立。看着在擂台上像野狗一样拼命撕咬、挣扎求生的唐三，我忍不住笑了。真努力啊，哥哥！他在擂台上每杀一个人，就会兴奋地吸纳一丝杀气，以为自己在修罗道上又迈进了一步。他那种以为只要吃苦就能翻盘的眼神，真是让人怜悯。可惜你在这里辛辛苦苦打怪升级攒积分，我却打算直接把服务器给炸了。我没有去报名参赛，那种在擂台上像猴子一样供人观赏，连胜100场才能进入地狱路的破规矩，是对弱者的束缚。我转过身，走向了杀戮场边缘的一处禁区护栏。护栏下方是一道深不见底的巨大裂谷，裂谷的最深处流淌着暗红色的、沸腾着的岩浆状液体，黄泉路或者说血河。这是整个杀戮之都的能量核心，汇聚了成千上万年来所有死在这里的魂师的怨气、杀气和生命精华，也是修罗神力在这个位面最浓郁的聚集地。几个骑着梦魇战马的恐怖骑士发现了我的举动，立刻抽出重剑围了上来。站住！地狱血石乃是禁地，退后，否则死！滚！我连头都没回，右手的挥锤在身侧轻轻一划，空间断层，冲在最前面的3个恐怖骑士连人带马，在半空中突然分成了极其平滑的2半。
没有鲜血喷涌，因为千面被空间法则直接锁死了。另外几个骑士吓得肝胆俱裂，疯狂后退。在这里不能使用魂技，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我这种挥手间切碎空间的手。我站在悬崖边缘，看着下方那翻滚的暗红色血河，体内的混沌碎界锤已经按捺不住，它在我的掌心疯狂跳动，发出犹如婴儿啼哭般的尖锐嗡鸣。饿了吧？我抚摸着锤身上那6道修不好的法则纹路，眼神中闪烁着极致的疯狂与贪婪。那就敞开了吃！我双手握住锤柄，体内的混沌魂力如星河般倒灌入锤身。去！我没有跳下去，而是将手中的混沌碎界锤直接当作流星，朝着深渊底部的血河狠狠掷了下去。轰！伴随着一声震碎耳膜的恐怖巨响，灰色的重锤就像是一根定海神针，笔直地插入了那翻滚的暗红色血河正中心。下一秒，灾难降临了，神级吞噬全开。在杀戮之都数以万计的堕落者惊恐的注视下，那条平静流淌了千万年的血河突然停止了流动。紧接着，以那柄插在河底的碎锤为中心，一个直径超过100米的巨大黑色漩涡轰然成型。嘶嘶嘶，那不是水流的声音，那是千万年来无数残魂和杀戮怨念被强行扯碎的哀鸣。浓稠如浆的黄泉路，实质化的修罗杀气，历代死者的生命本源，所有的一切就像是被卷入黑洞的光，以一种肉眼可见的恐怖速度，疯狂地朝着那柄破锤子的裂缝里倒灌。整个杀戮之都开始剧烈的摇晃，穹顶上的紫红岩石大片大片的剥落，砸在下方的街道上。那些原本还在街头厮杀的堕落者，突然捂住胸口惨叫起来。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体内常年积攒的杀气和魂力，竟然不受控制地破体而出，化作一丝丝红线，被强行吸向了血河深渊。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擂台上，刚刚用暗器阴死最后一个对手的唐三，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快感，就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剧烈震荡掀翻在地。他骇然地看向看台边缘，在那里，他看到了那个让他夜不能寐，几乎成为他毕生梦魇的黑色背影。唐爵，他怎么进来的？他在干什么？唐三的瞳孔瞬间缩成针尖大小，一股比直面死亡还要冰冷的寒意瞬间冻透了他的全身。他在吃。唐三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极其荒谬却又无比真实的念头，他在这里苦逼的打擂凯，为了吸收一点点微弱的杀气而拼命，而那个怪物竟然直接把管子插进了整个杀戮之都的大动脉里，在喝血。与此同时，杀戮之都最深处的一座血色宫殿内，一双布满血丝、透着蝙蝠般阴冷光芒的巨大眼眸在黑暗中猛然睁开。杀戮之王，或者说被血红九头蝙蝠王气生的唐晨，发出了一声惊恐至极的咆哮。谁？是谁在抽老夫的本源底座？他能感觉到自己脚下这座维系着他生命和力量的血色大阵，正在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走向枯竭与崩塌。血红色的天幕仿佛一块被揉皱的破，在这暗无天日的地下世界里，杀戮之都的每一寸空气都粘稠的像是凝固的血。我站在血河边缘的断崖上，感受着脚下传来的剧烈震动。那柄灰败的混沌碎界锤已经完全没入了血河深处，那里积攒了千年的属于修罗神遗留的邪恶本源，此刻正化作一个肉眼可见的巨大漏斗，疯狂地灌入锤身的裂纹之中。这种感觉简直比仙草还要美味。我闭上眼，内是尸海，原本枯竭死寂的尸海，此刻被一股暗红色的狂暴能量充斥。碎锤上的第7道裂痕，正以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速度生出暗金色的神纹。每一次吞噬，我的灵魂深处都会响起无数堕落者的哀鸣，那些是被杀戮之都吞噬的冤魂，但在我的混沌法则面前，他们连哀鸣的资格都在被剥夺，通通被搅碎成了最原始的力量颗粒。丁，强行抽取地狱血石本源，混沌碎界锤修复进度1500分号，1800分号，获得杀戮法则碎片，空间领域净化寂灭空域。谁在亵渎伟大的修罗传承？一道如雷鸣般的咆哮从杀戮之都的核心宫殿中炸响，紧接着一道血红色的残影划破长空，带着一股足以冻结灵魂的恐怖杀气，瞬间降临在血河之上。那是一个极其高大的男人，身上覆盖着一套布满暗红色魔纹的铠甲，背后一对巨大的血色双翼展开，遮天蔽日。他的双眼不再是人类的瞳孔，而是2团跳动着的属于蝙蝠的幽冷血火。杀戮之王，或者说那个被血红9头蝙蝠王寄生的昊天宗老祖唐晨，他悬浮在半空，原本高高在上的清冽表情，在看清血河的现状后，瞬间变成了极度的惊骇。血河干了，他声音颤抖，不可置信地看着下方那条维系着杀戮之都运转，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生命力的血河，此刻水位竟然下降了整整2/3，露出的河床干裂焦黑，散发出一种被彻底榨干后的灰败气息。你是谁？杀戮之王的目光锁定了岸边那个穿着黑袍的少年，你竟敢破坏这里的平衡，你可知道这是神的领域？我缓缓睁开眼，瞳孔中已经没有了常人的黑白，而是流转着如同星云坍缩般的灰芒。神，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我还没吃饱，就没有神。我右手频频伸出，对着下方的血河虚空一招，回来！嗡！伴随着一声低沉到足以让方圆千米堕落者心脏爆裂的嗡鸣，那柄灰败的重锤从彻底干涸的河床中破空而起，重新落入我的手中。此时的碎锤重量已经攀升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它每移动1寸，周围的空间都会出现一道道细密的黑色裂缝，仿佛这片位面已经承载不住它的存在。混账！还我本源！杀戮之王感受到了自己体内力量的流失，血河枯竭。作为寄生者的他，生命力正在飞速流逝。他发出一声狂怒的嘶吼，背后血液猛地一震，2只巨大的血色利爪带着撕裂一切的威压，当头抓下。他是99级的巅峰强者，虽然因为寄生而实力受损，但这一抓之力足以瞬间抹杀任何一名封号斗罗。但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在这里，所有的魂技都被禁锢，唯独你手中的杀戮领域是例外。我冷冷地看着他，
可惜在混沌面前，你所谓的领域只是一个漏风的筛子，重力100倍坍塌。我没有挥锤，只是将碎锤横在胸前，轰！以我为中心，方圆100米的空间瞬间由暗红色变成了死寂的灰色。杀戮之王那势不可挡的身躯，在冲进这片灰色领域的刹那，猛地一僵，他感觉自己仿佛不是撞到了重力，而是撞进了一个凝固的铁块位面。砰！他那高贵的身体直接从半空中被无形的力量死死按在了焦黑的河床上，坚硬的地面瞬间凹陷出一个深达10米的巨坑，碎石飞溅，将他那华丽的铠甲砸得支离破碎。不，这不可能！你没有魂环，没有神位，怎么可能调动这种层级的法则？杀戮之王在地坑里拼命挣扎，那种来自基因深处的恐惧让他全身的血毛都倒竖了起来。我踩着虚空，一步步走到他上空。你该庆幸，如果你现在是清醒的唐晨，我或许还会忌惮你3分，但现在你不过是一只吃饱了腐肉的臭蝙蝠。我举起碎锤，锤头上的裂痕再次张开，散发出一种对血液和神性极其病态的渴望。你的这身血红9头蝙蝠王的精气，我也收下了。不，你不能！在他绝望的惨叫声中，我将碎锤重重地顿在了虚空之中。混沌吞噬，神念绞杀，一道灰色的光柱将杀戮之王彻底笼罩。在那光柱中，我清晰地看到一只巨大的血色蝙蝠虚影正在痛苦地扭曲消融。它寄生在唐晨体内数十年的精元、修罗神的残余气息，以及杀戮之都积攒的所有负面能量，此刻统统化作了最精纯的养料，被碎锤疯狂鲸吞。而原本处于边缘位置观看这一幕的堕落者，此刻甚至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在领域扩张的瞬间，便化作了飞灰，融入了这场盛宴。整座地底城市正在我的手中一点点化为虚无。是凄厉的尖笑声，仿佛要撕裂这片地下空间的金币。那只寄生在唐晨体内数十年的血红9头蝙蝠王，在混沌碎界锤的无情绞杀下，庞大的虚影被硬生生从唐晨的天灵盖里扯了出来。他那9个狰狞的脑袋疯狂扭动，喷吐着足以腐蚀魂骨的暗红色毒雾，企图腐蚀那道锁定他的灰色光柱。垂死挣扎，我单手握住碎锤，体内60级的混沌魂力如开闸的洪水般涌入锤身。那第7道裂痕中生出的暗金色神纹爆发出刺目的幽光，原本仅仅是物理层面的吞噬，在这一刻直接上升到了灵魂维度的抹杀。咔嚓，就像是玻璃被铁锤砸碎的声音。血红9头蝙蝠王的毒雾在接触到辉光的瞬间便被还原成了最基础的能量粒子。紧接着，他那庞大的灵魂体被一股不可抗拒的空间坍塌之力向内挤压，硬生生揉成了一颗容眼大小、散发着极致血腥味的猩红色晶体。我手腕一翻，那颗晶体直接没入碎锤的裂缝中。叮！吞噬10万年血红9头蝙蝠王灵魂本源，混沌碎界锤修复进度提升至22%，获得特性反馈：血液沸腾，可瞬间引爆100米范围内所有生命体的血液。随着寄生体的死亡，深坑中那个高大的男人浑身猛地一颤，他身上那套布满暗红色魔纹的铠甲犹如风化的岩石般寸寸碎裂，露出了下方一具干瘪、苍老、布满岁月伤痕的躯体。唐晨睁开了眼睛，那不再是蝙蝠的血眸，而是一双虽然浑浊，却透着属于上一代陆地无敌强者特有锋芒的眼睛。在脱离了蝙蝠王的控制后，这位99级的绝世斗罗终于在濒死之际找回了片刻的清明。他茫然地看着四周崩塌的杀戮之都，看着干涸的血河，最终目光锁定了悬浮在半空中、手持灰暗重锤的我。这股气息不是修罗，不是罗刹。你是谁？你毁了老夫的传承之际。唐晨的声音嘶哑，每一个字都伴随着肺部的剧烈喘息。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生机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流失，没有了血河的滋养，他那早已被毒素掏空的身体根本撑不了多久。传承之地，你管这种把人当蛊虫养的粪坑叫传承之地？我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位昊天宗的老祖宗，眼神毫无波澜。唐晨，你的时代早就在你被那只蝙蝠寄生的时候就结束了。这片杀戮之都积攒了1000年的养料，留给你也是浪费，不如成全了我的武魂。狂妄的数字，听到我的话。唐晨原本灰败的眼底猛然爆发出极其骇人的精芒，哪怕他现在只剩下一口气，他依然是那个曾经用一柄锤子砸穿了整个魂世界的昊天斗罗之祖。老夫不管你是谁，敢毁我修罗传承，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器武魂。嗡！一股比唐昊强大了10倍不止的恐怖黑光从唐晨干瘪的手心中爆发，一柄比他整个人还要巨大的昊天锤凭空出现。那锤身之上不仅有着暗金色的纹路，更缠绕着一层淡淡的血红色修罗神力，没有魂环闪烁，因为在这里规则被禁锢。但在他握住锤子的那一刻，他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岳。大须弥锤终极奥义，他燃烧了自己最后的一丝生命本源，将所有的力量、精气神，甚至是灵魂，全部注入了这一锤之中。这是99级极限斗罗的绝唱，这一锤的威力甚至已经触摸到了神的门槛。巨锤挥动，前方的空间竟然像被剪刀划布的布帛一样，出现了一道长达100米的黑色空间裂缝，直奔我的面门而来。面对这惊天动地的一击，我没有躲，不仅没躲，我的嘴角甚至勾起了一抹兴奋的残忍笑容。神之门槛太弱了，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真正的法则碾压。我双手倒提混沌碎界锤，不退反进，迎着那撕裂空间的黑色巨锤，直接发动了当当觉醒的领域技，寂裂空域全开。轰！方圆300米内的空间在这一瞬间彻底失去了色彩，变成了绝对的死灰。时间、光线、声音，甚至连重力，都在这片空域中被强行抹除。唐晨那势不可挡的一锤，在撞入寂裂空域的瞬间，就像是陷入了无尽的泥沼，那足以开山裂海的力量，被空域中错乱的空间法则一层层剥离、卸载、吞噬。我手中的灰锤与唐晨的昊天锤在半空中重重相撞，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只有令人头皮发麻
麻的吞噬声。唐晨惊骇欲绝地看着自己手中那柄燃烧着修罗神力的昊天锤，在接触到我那柄布满裂纹的废锤时，他引以为傲的大须弥锤力就像是漏气的气球，被一股根本无法理解的恐怖引力疯狂抽走。不仅是力量，甚至连依附在锤身上的那一丝修罗神念，都被那灰色的裂痕毫不留情地嚼碎吞下。不，这不可能！天下怎么会有如此邪恶的武魂？他竟然在吞噬神的法则！唐晨绝望地嘶吼着，但他已经没有力气抽回锤子。神，在我这把碎锤面前，神也只配当口粮。我猛地一脚手腕，咔嚓，伴随着一声极其清脆的断裂声，唐晨手中那柄不可一世的昊天巨锤，竟然被我的混沌碎界锤硬生生砸断了锤柄。磅礴的反震力混杂着凋零诅咒，瞬间顺着断裂的锤柄涌入唐晨的体内。噗！唐晨仰天喷出一大口夹杂着内脏碎块的黑血，他那原本就油尽灯枯的身体，在枯萎法则的侵蚀下，直接像一截烂木头般从半空中坠落，重重地砸在废墟之中。一代绝世斗罗昊天宗的信仰，此刻经脉尽碎，武魂断裂，彻底沦为了一个连站都站不起来的废人。我没有补上最后一击，不是我心慈手软，而是把他留在这里，留给未来可能找过来的唐昊卡，比直接杀了他更有诛心的效果。你的修罗神力味道很一般。我感受着体内再次暴涨的混沌魂力，将目光投向了杀戮之都的最深处。随着唐晨的落败和血河的干涸，这座地下城市的法则彻底崩溃了。穹顶在疯狂坍塌，巨大的岩石砸进人群中，把那些惊慌失措的堕落者砸成肉泥。而在那片废墟的尽头，一道散发着淡淡白光的诡异门户，因为法则的崩坏而提前显露了出来。地狱路的入口，那里面藏着杀戮之都最大的机缘——杀神领域。与此同时，在距离我不到2000里的内城边缘，一道浑身是血的狼狈身影，正像风斗一样朝着那道白色光门狂奔。是唐三。这半个月来，他在杀戮之都过得生不如死。29级的魂力，残破的昊天锤，断裂的八蛛矛，让他在这里变成了最底层的猎物。如果不是唐昊强行打入他体内的那一股封号斗罗血气在苦苦支撑，他早就被那些堕落者分食了。他每天不仅要防备暗杀，还要忍受着体内混沌诅咒时不时发作的钻心巨头。他之所以还没崩溃，是因为他心里还存着最后一丝希望。玉小刚和唐昊告诉过他，只要闯过地狱路，获得杀神领域，那属于修罗神的极致杀气就能驱散他体内所有的邪恶诅咒，他就能重塑经脉，甚至让昊天锤破而后立。光门是地狱路的入口，那是我的生路。唐三看着远处的白光，布满血丝的眼中爆发出极度的狂热，他根本不顾身后坍塌的穹顶，也不顾已经碎裂的内脏，压榨出体内最后一丝潜能，连滚带爬地冲进了光门之中。真是执着啊！我站在半空中，看着唐三消失在光门里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既然你把那里当成了救命的稻草，那我就亲自走一趟，当着你的面把这根稻草烧成灰。我没有用跑的，我抬起手中的混沌碎界锤，对准那道白光门户的方向，发动了极致的空间折跃。唰！我的身体化作一道灰色的闪电，直接撕裂了沿途数百米的废墟，瞬间跨越了空间的距离，毫无阻碍地踏入了地狱路之中。地狱路这里的温度比外界高了不知多少倍，下方是翻滚沸腾的暗红色岩浆，一条只有半尺宽的狭窄石道在岩浆上方蜿蜒延伸，不知通向何处。空气中弥漫着足以让人精神错乱的毒气和杀意。我刚刚降了，前方的岩浆中便突然炸开一团巨大的浪花，一条体长超过20米通体呈现出暗红色，背上长着9个诡异肉瘤的恐怖巨蛇从岩浆中腾空而起，它的双眼犹如2盏巨大的血灯笼，死死盯住了我这个入侵者。洪荒异兽，石首烈阳蛇，原著中差点要了唐三和胡列娜性命的顶级异兽，甚至体内还孕育着一颗极为罕见的至阳内丹。它张开血盆大口，一道炽热无比的火毒光柱直奔我喷来，那股高温甚至让周围的空气都产生了严重的扭曲。挡路的畜生！我眼神一冷，在这狭窄的石道上躲避毫无意义，我连武魂都没有挥动，只是淡淡的吐出3个字：血液沸腾。轰！这是我刚刚从血红9头蝙蝠王那里吞噬来的特性。石首烈阳蛇喷出的火毒光柱还在半空中，它那庞大的身躯突然毫无征兆的僵住，紧接着他惊恐地发现自己体内那属于洪荒异兽的霸道血液竟然在这一刻彻底脱离了他的控制，以一种违背常理的速度疯狂升温膨胀。嘶嘶，他发出了极度痛苦的嘶鸣，庞大的身躯在岩浆上方疯狂翻滚。爆！我轻轻打了个响指，砰！一声震耳欲聋的闷响，石首烈阳蛇那坚硬无比的鳞甲竟然被自己体内彻底沸腾引爆的血液从内部强行炸开，漫天血雨混合着碎肉洒落进下方的岩浆中，发出嗤嗤的烧焦声。一招秒杀，在绝对的法则碾压面前，再强的肉体也只是一堆随时可以引爆的炸药。在这漫天血雨中，一颗拳头大小、散发着极致金红色光芒的晶体缓缓坠落。石首烈阳蛇的内丹吸过来，我左手微抬，空间引力爆发，那颗至阳内丹稳稳地落入我手中。我没有将它喂给武魂，而是直接丢进了储物空间。这玩意儿里面蕴含着极致的火毒，以后或许能当个好玩的炸弹用用。没有了这头异兽的阻碍，接下来的地狱路对我来说简直如履平地。沿途那些企图吸食我血液的血蝙蝠群，连我周身10米的寂灭空域都进不来，就被重力压成了肉泥。不到1炷香的时间，我已经走到了地狱路的尽头，这里没有路了。前方是一片翻滚着纯白色杀气的光幕，那光幕中心悬浮着一枚由最纯粹的杀气凝聚而成的菱形晶体，那就是修罗神留下的核心传承——杀神领域本源。这东西原本会在试炼者通过考验后化作无形的法则刻印在他们的武魂上，但我不是来接受试炼的，我是来进货的。我走到光幕前，直接
将左手探入了那连封号斗罗都不敢轻易触碰的极致杀气之中。吃，白色的杀气如同锋利的刀刃，疯狂切割着我的皮肤，但我的肉身早已在冰火两仪眼被淬炼到了极致。这种程度的切割，连我的表皮都划不破。我一把抓住了那枚菱形的杀神本源晶体，猛地向外一扯，咔咔咔，整个地狱路的空间发出了不堪重负的碎裂声。失去了这枚本源的镇压，下方的岩浆开始疯狂倒灌，这片独立的空间正在走向毁灭。就在我将杀神领域本源拿到手中的那一刻，后方的石道上传来了一阵极其粗重，犹如破风箱般的喘息声，滴答滴答，鲜血顺着破碎的衣角滴落在石板上。唐三，他终于爬到了这里。此时的他已经不能用惨来形容了，他的左臂软绵绵的垂着，显然是被某种异兽折断了，胸口有一道深可见骨的撕裂伤，黑色的毒血正不断往外渗。他能走到这里，纯粹是靠着唐昊留下的那股血气，以及把前世唐门所有能用的暗器全部耗光，甚至透支了寿命才勉强活了下来。当他看到前方的出口光幕时，那张已经被鲜血和毒素糊满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狂喜。出口，杀神领域，我到了，我终于到了，只要得到它，我就能洗刷一切耻辱。唐绝，等我出去，我一定会把你。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因为他看到了光幕前站着的那个黑袍身影，以及那个身影手中握着的那枚正在散发着纯白光芒的菱形晶体。我的左手把玩着那枚全大陆魂师梦寐以求的杀神领域本源，缓缓转过身，用一种充满戏谑的目光看着他。哥哥，你走得太慢了，这里的风景我都看腻了。唐三的瞳孔瞬间放大到了极致，他死死盯着我手中的晶体，大脑在这一刻彻底宕机了。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声音颤抖的几乎变了调，一股无法形容的冰冷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你说这个？我将那枚菱形晶体举到他面前，故作恍然。这不是你拼了老命，透支了寿命，甚至像狗一样在杀戮之都爬了半个月，心心念念想要得到的杀神领域吗？不！唐三发出了一声凄厉到极点的惨叫，他的道心，他的希望，他支撑着自己活到现在的最后一根柱子，在看到这枚晶体的瞬间轰然倒塌。那是我的，那是我的机缘，你还给我！他疯了，他彻底丧失了理智，甚至忘了他现在连站稳的力气都没有，张开双手，像个失去玩具的疯小孩一样，跌跌撞撞地朝我扑了过来。看着他那副可悲的模样，我眼底闪过一丝厌恶。你的机缘，唐三，你是不是在那个所谓的唐门里待久？脑子坏掉了！这天地间的机缘，什么时候刻上你的名字？我连手都没抬，只是释放出了一丝重力领域的余波。砰！唐三前扑的身体就像是被一柄大锤砸中，重重地拍在了坚硬的石板上，把下巴磕得鲜血直流。不，求求你还给我！他趴在地上，手指死死抠着石缝，指甲崩裂流血，依然试图向我爬来。他知道没有杀神领域，他体内的混沌诅咒迟早会要了他的命。想要？好啊！我冷笑一声，在唐三极度渴望激进哀求的目光中，我召唤出了那柄布满裂痕的混沌碎界锤，然后我当着他的面，将那枚代表着修罗神传承的杀神领域晶体直接按在了碎锤的锤头上。吞噬！嗡！暗金色的吞噬漩涡瞬间爆发，那枚纯白色的晶体甚至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就像是一块融化的冰块，被碎锤那贪婪的裂痕一口咬碎，吞噬的干干净净。丁！吞噬神级法则晶体，杀神领域残缺，混沌碎界锤修复进度提升至28%，获得极道杀气加持，寂灭空域融合杀神属性，进化为修罗寂灭域。伴随着系统冰冷的提示音，我的背后一道纯白中透着血红色的实质化杀气光环轰然成型，将我整个人衬托的犹如掌管生杀大权的死神。我拍了拍手，看着脚下已经彻底僵住，双眼空洞无神，宛如一具行尸走肉的唐三，他的精神在亲眼看着我把他的救命稻草当成零食吃掉的那一刻，已经彻底崩碎了。哎呀，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吃掉了呢。我蹲下身，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将他那张惨白的脸拉到我的面前。唐三，感受到了吗？这就是绝望，这就是你曾经高高在上，视我为废人时从未想过会遭受的绝望。我站起身，像丢垃圾一样将他甩向了前方那已经开始崩塌的光幕出口。滚出去吧！杀你！脏了我的手，带着我给你的诅咒，像条丧家之犬一样去这个大陆的阴暗角落里苟延残喘。我要让你用你这残破的余生去见证我是如何一步步把你们这群所谓的天才和神器踩在脚底，碾成肉泥的。砰！唐三那残破的身体被我一脚踢进了光幕之中，消失在了扭曲的空间传送通道里。而我则转过身，看着下方正在疯狂倒灌、即将吞没整个地狱路的致命岩浆。下一站，海神岛。波塞西，洗干净脖子，准备好你的海神之光。我的锤子还没施宝呢。刷！空间折跃发动，在岩浆彻底吞噬食道的前一秒，我的身影化作一道辉光，彻底消失在了这片正在崩塌的神性禁区之中。与此同时，杀戮之都外的荒野，黄沙漫天，一道白色的空间裂缝在半空中突兀的四抬，紧接着一个破破烂烂、浑身散发着恶臭与死气的人像垃圾一样被吐了出来，砰的一声砸在满是砾石的地面上。在不远处的枯树下，一个披着破斗篷的魁梧男人猛地站起身。唐昊，这半个月来，他寸步不离地守在这里。杀戮之都的入口被堵，他进不去，只能在外面死等。他坚信，只要唐三能从地狱路里杀出来，获得杀神领域的洗礼，就能重塑经脉，洗刷掉那该死
死的枯萎诅咒，那是唐家重回巅峰的唯一希望。小三庞浩双眼瞬间充血，以他封号斗罗的速度，几乎是瞬移般冲到了那个血人面前。当他看清地上那团烂肉的模样时，这位曾经单锤砸碎武魂殿前任教皇的铁汉，双腿竟然猛地一软，直接跪在了沙地上。唐三的双眼睁着，但里面没有任何教具，只剩下一片死灰。他的左臂呈现出诡异的扭曲，后背上曾经引以为傲的外附魂骨八蛛毛，只剩下几个向外渗着黑血的肉坑。更让唐昊机遇抓狂的是，他留在唐三体内护住心脉的那股封号斗罗血气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比之前还要霸道、阴冷10倍的极道枯萎之力，正在唐三的经脉里肆无忌惮地啃食着他最后一点生机。没有杀神领域，你的武魂。唐昊颤抖着手按在唐三的丹田处，试图唤醒那柄天下第一的昊天锤。死寂，没有一丝一毫的武魂波动。唐三的昊天锤本源在教皇殿被我抽走了一半，在杀戮之都又经历了几次生死透支，现在他已经彻底在唐三体内碎成了一滩毫无意义的铁渣，武魂碎了，根基断了。唐三的喉咙里发出封箱弹漏气的嘶哑声，他艰难地转动了一下眼珠，看着满脸绝望的父亲，眼角滑下2行浑浊的血泪。爸，他吃了，他把杀神领域吃了。唐三每说一个字，都要呕出一口黑血。我废了，杀了我，求求你，杀了我！曾经那个满口取死之道、自诩掌握暗器真理的天才，此刻却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哭求一个痛快的死法。不！唐昊仰天发出一声凄厉到极致的悲笑，声音震碎了方圆数里的云层。他紧紧抱着已经沦为彻头彻尾废人的儿子，那颗高傲的心在这一刻被彻底碾成了齑粉。与此同时的天斗帝国西海岸，瀚海城外魔晶海域，乌云如铅块般低垂在海面上，狂风卷起数10米高的黑色巨浪，仿佛要将整片天空都吞噬进去。空气中弥漫着极其狂暴的水人素和雷霆法则的毁灭气息。普通的远洋海船甚至连靠近这片海域的边缘都不敢，因为这里蛰伏着海洋的绝对霸主。我没有坐船，在这片末日般的海面上，我犹如闲庭信步般踏空而行。每当有狂风和巨浪试图靠近我身体10米范围内，就会被我周围环绕的修罗寂灭域瞬间分解成最原始的水汽。在吸收了杀戮之都的庞大本源和杀神领域晶体后，我的魂力已经来到了惊人的68级。对于普通魂师来说，这或许只是个魂帝，但在混沌法则的加持下，我现在的能量密度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认知。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看海。体内的混沌碎界锤在修复了28%之后，胃口变得极其挑剔。普通的万年魂兽，哪怕是10万年级别的泰坦巨猿，如今在我眼里也顶多算是一碟开胃小菜。我需要更高级的食材，比如一只距离化龙成神只差最后一丝雷解的100万年魂兽。轰隆，似乎是察觉到了我那毫不掩饰，甚至带着极其嚣张挑衅意味的吞噬气息，原本就狂暴的海面突然毫无征兆地向下凹陷。紧接着，一个直径超过1000米的恐怖深渊漩涡在海面上轰然成型，在漩涡的中心，一道粗如山岳的深蓝色水柱冲天而起，伴随着一声仿佛来自远古洪荒的低沉精音，一座比山脉还要庞大、通体呈现出深邃蓝黑色的巨鲸缓缓浮出了水面。深海魔鲸王，他那仅露出一半的身躯就已经超过了200米，庞大的身躯上布满了沧桑的纹路，只有一只独眼闪烁着摄人的紫金色雷光，而在他的背部，隐隐约约已经生出了几块类似于溶鳞的晶体。这是斗罗大陆上目前存活的最强大的生命体，没有之一。人类深海魔鲸王的独眼中透着毫不掩饰的轻蔑与暴虐，他的声音如同闷雷般在我的尸海中炸响。你的身上有修罗那个混蛋的气息，还有天使的神圣味道。他那庞大的身躯微微一震，整片海域的重力瞬间被他接管，无数道水桶粗的紫色天雷在他头顶汇聚。不管你是哪路神奇的传承者，敢孤身一人踏入本王的领地，你的血肉和神性，本王就笑纳了。吞了你，本王就能补全最后一块龙骨，彻底化龙。他把我当成了补品。在深海魔鲸王眼里，一个连魂圣都没达到的人类，哪怕身上带着几分神异的气息，在他这100万年的绝对底蕴面前，也只是一只稍微肥一点的蚂蚁。笑纳，我站在半空中，看着这头不可一世的深海巨蟒，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到极点的弧度。巧了，我也正缺一桶大一点的鱼肝油来润滑我的锤子。放肆！深海魔鲸王怒吼一声，他没有使用任何花里胡哨的魂技。作为100万年级别的存在，他的随意一击都蕴含着极致的法则。海神之怒，雷域水龙卷。轰！方圆10里的海水被瞬间抽空，化作9条直径过100米的恐怖水龙卷，每一条水龙卷中都缠绕着足以瞬间将封号斗罗劈成焦炭的紫金色天雷。9条水龙卷封死了我所有的退路，一毁天灭地之势向我挤压而来。面对这等足以改变地形的天灾级攻击，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躲？为什么要躲？你是不是在海里待久了？脑子里也全进水了。我缓缓抬起右手，伴随着一声犹如来自宇宙初开始的沉闷剑怒，那柄灰暗的混沌碎界锤出现在我的掌心。这一次，它不再是普通打铁锤的大小，在68级庞大的混沌魂力灌注下，碎锤迎风倒长，10米、50米、100米，一柄宛如远古魔神武器的擎天巨锤横亘在天地之间。那锤身上暗金色的法则纹路犹如火雾般流转，散发出一种连整片魔晶海域都在为之站立的恐怖引力。你管这些软绵绵的水柱叫雷域？我单手虚握着那柄擎天巨锤的锤柄，眼中灰芒大盛，修
修罗纪灭月，叠加重力100倍坍塌，给我碎！我将那柄100米巨锤对着呼啸而来的9条雷霆水龙卷，以一种极其蛮横、不讲道理的姿态横扫而出，没有任何能量的对撞。当混沌碎界锤砸在那些水龙卷上的瞬间，深海魔晶王引以为傲的水系和雷系法则，就像是脆弱的纸糊模型，被最纯粹的空间坍塌和吞噬之力瞬间碾得粉碎。吃，那足以毁灭一座城市的雷雨，竟然化作漫天细小的雷光和水汽，被巨锤上的裂缝直接吸了进去。什么？深海魔晶王的独眼中第一次闪过了一丝惊恐。他活了100万年，甚至跟海神波塞冬交过手，被说下了一只眼睛，但他从未见过如此诡异且霸道的力量，直接把他的100万年反回，当空气一样吸了。你这破锤子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深海魔晶王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黑袍少年根本不是什么神奇传承者，而是一个凌驾于这个位面规则之上的怪物。他害怕了，庞大的身躯猛地向下一沉，企图潜回数万米的深海之中。只要回到深海，就算是神也奈何不了他。打完就想跑，你的肉我还没尝过呢。我左手猛地向下一压，空间断层，风海。咔嚓！深海魔晶王下方的海水在这一瞬间出现了一道横跨数千米的巨大空间断层，原本柔软的海水被强行切断，变成了一块无法逾越的空间金币。魔晶王庞大的身躯重重地撞在空间断层上，不仅没能潜下去，反而被震得发出一声凄厉的哀鸣。不要！他终于慌了，开始疯狂地翻滚，试图用纯粹的肉体力量撞碎空间。晚了！我双手合握，那柄100米长的混沌碎界锤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自上而下，狠狠地砸在了深海魔晶王那布满龙鳞晶体的宽阔脊背上。扑哧！没有沉闷的撞击声，只有令人头皮发麻的血肉撕裂声。碎锤上的深渊裂缝全开，犹如无数根看不见的吸管，瞬间加进了深海魔晶王的血肉、骨髓，甚至是他那颗已经孕育出一半神性的100万年魔晶内丹之中。深海魔晶王发出了他这一生中最凄厉、最绝望的惨叫。他那庞大如山岳般的身躯，在混沌法则的疯狂吞噬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干瘪。那些他花费了100万年时间才凝聚出来的紫金色雷霆本源、极致水元素法则，以及他化龙的底蕴，此刻如同绝地的江河，疯狂倒灌入我的碎锤之中。不，饶了我！我愿意臣服，我愿意当你的魂灵，不要吸了！一向不可一世的海洋霸主，此刻感受着体内本源的飞速流失，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用近乎哀求的意识向我求饶，臣服！我冷冷地看着他那正在枯萎的巨大身躯，以这种连海神都打不过的半吊子，有什么资格臣服于我？你唯一的价值就是老老实实的化作我修补神器的养料，起死枯萎，全量爆发！轰！灰黑色的迷雾顺着锤头瞬间席卷了魔晶王的全身，他那引以为傲的防御鳞片在枯萎法则下纷纷化为灰烬。仅仅不到10秒钟，这头称霸海洋100万年的绝世凶手便被彻底抽干了一切生机。哗啦！庞大的干瘪尸骸在海风的吹拂下化作漫天骨粉，洋洋洒洒地落入海中，只留下一颗散发着璀璨紫金色光芒，犹如小太阳般的100万年晶核被我一把抓在手中。定！吞噬100万年深海魔晶王全部本源及雷水双系法则。混沌碎界锤修复进度暴涨，当前进度40%，等级突破70级、72级、76级，获得神级特性雷与水泽，可随意操纵并同化一切水系与雷系能量。我长长的吐出一口带着雷公的浊气，浑身上下的骨骼发出犹如龙吟般的爆鸣。76级，魂圣之境。但现在的我，哪怕是千道流那个老鸟人亲自下场，我也有把握在10招之内把他生吞活剥。我收起那颗100万年晶核，没有理会下方重新归于平静的海面，我抬起头，目光越过茫茫大海，看向了极远处那座笼罩在金色圣光中的巨大岛屿——海神岛。我甚至能感觉到那岛上笼罩的海神之光，在深海魔晶王陨落的那一刻，发生了极其剧烈的波动。那位99级的海神大祭司波塞西，此刻恐怕已经被我的气息惊得坐立不安了。海神波塞冬，我舔了舔嘴唇，眼中满是无法掩饰的贪婪与狂热。唐三没资格来接受你的考核了，这整座岛的香火和神念，就由我亲自来吃吧。我脚下一踏，空间折跃瞬间发动，身形化作一道撕裂天际的灰色闪电，直奔那座金色的圣岛而去。